男孩只是随便在家里跳了一段街舞，就被管家活活打断了双腿。现在的短剧真是越来越离谱了，动不动就打断双腿，都没有王法的吗？我要回家！男人只是随便吐槽了一句短剧小说，结果下一秒就穿越进了短剧小说里。这是干哪来了？难道是到短剧小说里了？大米，如今正是你是报错的，陆家的一切都必须归还给陆寿，他才是我大哥真正的亲生骨肉。我去，刚穿越小说就要逐出豪门，又还不是亲生的，这也太狗血了吧！二叔养了你10年，毕竟有感情在，我已经替你报名下乡，多少也是替你寻了一条出路。还有3天时间，你收拾收拾，到时候就下乡去吧。大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把陆家信物交出来吧。顾玉成见大米不是发呆就是四处看不说话，早已按捺不住焦躁，催促道：他已经私下订好船票，5日后就要启程，再耽误不得了。按照剧情里，陆家的背景注定逃不开这场劫难，不久后陆家就会被调查。陆家人最好的结果也是下放，此时舍去陆家大少爷的身份，从陆家脱离出去，反而是一件好事，不然小命都要丢这里了。快来扶我一把，我头晕。我只是随手扶了男主一把，竟意外截胡了本属于男主的空间玉佩。主人快滴血认主，陆寿是天道亲儿子，迟则生病。大米狠狠用指甲抠破指腹一抠，鲜血抹在玉佩上，脑海中竟出现了一片雾气缭绕的世界。良田千亩，灵泉木屋，这配置直接拉满。难怪后来陆寿变得人见人爱，感情都是这灵泉水的作用，这下算是把他的宠爱光环给消了一层。一想到在剧情里他折磨爸爸，诬陷自己惨死，大米就血压飙升。天道亲儿子又怎样？我非要把他的光环一片片撕碎！此时的陆寿突然心口剧痛，猛然惊醒。好家伙，又重生到陆家这天了。这些东西收起来，暂由族亲保管，等大米的继承人资格确定，再交给他。陆雄边说边把遗产塞进自己的口袋。大米见状挤出2滴眼泪来，可怜巴巴地看着陆雄。四叔爷，我想再看看这些东西可以吗？这箱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爸爸以前抱着我一件一件给我讲过的，每一件都充满了回忆。陆雄本来是不同意的，但听到大米最后一句话，心思一转。毕竟陆丰堂是心机多敏之人，或许信物的线索就在这些故事里。随后，大米拿起一块玉佩就开始上演。这块玉佩的流苏，我爸说是妈亲手给我传的。四叔爷，您还记得吗？这话一出，其他人眼睛都直了，活脱脱一群看到肥肉的饿狼。陆寿更是疯狂脑补，上一世就是这枚玉佩，可啥都没找到，难道这枚玉佩里另有玄机？还是顾玉成太蠢了，没发现玉佩的秘密？不行，不能让他得逞，我一定要把这玉佩拿到手。就在众人各怀心思时，大米不动声色地拿出第2件、第3件宝物，每一件都充满着他和爸爸的回忆。其中，爸爸讲的最多的一件是一匹青铜小战马，也只有这匹战马，爸爸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才会说。想到这，大米手悄悄摸索着青铜马，果然在右后腿内侧手指轻轻一按，一枚虎符悄然滑入手中。大米心念一动，瞬间收进空间。好了，东西都是别人的了，1-2天后就要出发，赶紧收拾行李去吧。明天户口一迁，到了外面不可以说自己是陆家人。大米内心冷笑一声，哼，等着吧，今晚就让你们知道谁才是陆家真正继承人，旁人谁也别想染指我陆家的东西。这时陆雄见大米这么配合，已经叫人来抬箱子了。可顾玉成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些大箱子要是抬出去，就永远别想再回来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坐在凳子上的陆寿给拽了过去，往他膝盖窝一踢，就让他跪在了族亲们面前。陆寿完全没心理准备，直接一个狗吃屎趴在地上，牙齿都磕出血了。他不敢置信地看向顾玉成，眼里的怨念直接就能吃了顾玉成。看什么？还不快磕头！你现在已经是陆家继承人，还不快给长辈们行礼！看着恨铁不成钢的儿子，顾玉成恨不得再给这个没眼力见的小子一巴掌。此时的陆寿心里恨得要死，为了那几个箱子，只能咬牙磕头。可惜陆家族亲岂是那么好糊弄的？要成为陆家继承人，不是简单的身份证明就够了，还得开祠堂，只有祖宗承认了，你才有资格当陆家继承人。这些上辈子陆寿已经领教过一回，眼下最重要的先留下这几箱东西，绝不能让陆雄这个老奸巨猾的拿走。随后他便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各位叔爷，这是我爸爸留给我的遗产，我真的很想留下，可以把它们给我吗？这演技真是没谁了，难怪书中陆寿能俘获那么多人成为团宠，看来除了天道光环外，他的演技也很重要。可惜陆寿失策了。你一个大男人，哭唧唧的样子，也配当陆家继承人？我们可不收软蛋，赶紧把眼泪擦干净。听到此话的陆寿直接蒙圈了，不是吧？明明大米也是这样哭的，怎么到我这里就是软蛋了？顾玉成看着那恨铁不成钢的儿子，差点控制不住，想当场给他些教训。东施效颦说的就是你吧？也不想想本少爷可是家族底蕴一天天养出来的，什么阿猫阿狗跑来也想跟我比？大米是爱哭，但他一边哭一边连路过的老鼠都要咬一口的。正是因为他骨子里拥有着陆家养出来的狠劲，所以都不会轻易招惹他。怎料就在陆寿被批得无地自容时，剧情突然神转折，一位族长跳出来指着陆雄开始理论，让他把遗产还给陆寿。这波反转直接把陆寿和顾城整不会了，一个蒙圈一个狂喜。大米倒是淡定得很，正好东西没抬出去，留在陆寿这里反而方便我晚上去拿。见这里大局已定，大米转身就走。我要在天黑之前做好准备，晚上去救爸爸。
随后，大米便来到客厅，吩咐王妈准备食物。王妈，帮我晚上多准备一点肉菜，泡杯百年人参茶，得给我爸补补身子。好的，大少爷，我晓得了。这话正巧被陆寿听到，当场就炸毛。如今我才是陆家大少爷，他的话不必听。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你付我工资了。你此时的陆寿气得攥紧了拳头，瞪向大米。现在我才是陆家大少爷，陆家的一切都属于我。你识趣点就知道不该再拿陆家的东西。就你户口没敲定，继承人身份也没实锤，就敢在这儿嚣张！大米说完，转身就走。我可是忙得很，现在没空收拾你。陆寿盯着大米的背影，咬牙切齿。都已经不是陆家大少爷了，还神气什么？等你下乡，我曾经受过的苦，我都会让你尝一遍。他想起自己上一世受过的罪，就恨得浑身发抖。陆家和你们有关的任何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逆子，管他这2天说什么做什么，你都给我离他远远的。凭什么我要避着大米？他不过是个野种罢了，我才是陆家的亲儿子。就凭他是老爷子亲自写进族谱的继承人，不管他是不是陆家血脉，都可以继承陆家。只要他自己不答应，根本没人废得了他继承人的身份。所以在把大米彻底赶出陆家之前，最好是少招惹他为好。顾玉成心里清楚，大米本来就是真正的陆家大少爷，他骨子里流淌着陆家人的狠劲。上辈子大米还不是那样窝囊的被送去了乡下，什么都没带走，一个万事不懂的废物罢了。我就不信自己治不了他。正当大米回到自己的屋子后，便询问起系统他父亲的下落。系统，你可知我父亲在哪里？主人，您父亲就在这间屋子的密道里，而密道的钥匙便是那个青铜马。听到系统的回答，大米一刻都不敢停留，便直接拿出青铜马打开了密道门，走进密道，看着狼狈不堪的父亲，心里顿时流出痛苦的眼泪。眼下最重要的是把父亲安排到最安全的地方。系统，先把我父亲传送到灵泉木屋。好的，主人。看来这件事不是因为顾玉成这个蠢货突然变强，而是很有可能被徐家害的。最好的兄弟背刺才是防不胜防。大米总算明白为什么爸爸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竟然会被顾玉成囚禁在地下室整整10年。而这个徐家，正是父亲当年好心收留的乞丐。你们都给我等着，在我离开前一定清理门户，否则留下后患。没错没错，害虫留不得。系统，把陆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收入空间，我倒要看看他们龟壳能有多厚，要多久才能敲碎。好嘞，主人，我这就去办。你说什么？东西不见了，好端端放在房间里的4箱宝贝也不见了。顾玉成当即就觉得背后阴风阵阵，而他的反应在陆寿眼里就是心虚。你是不是和大米起冲突了？我是不是警告过你，在他离开陆家之前，不要去招惹他？顾玉成看着恨铁不成钢的儿子，恨不得当初没有他。我不过是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有什么错？陆家有什么东西属于你？别忘记，你是我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还真当自己是陆家大少爷了。大米离开陆家是必然，你为什么要这么怕他？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现在最怕的就是陆寿这个逆子投靠大米，反过来对付我。这个人渣肯定有秘密瞒着我，估计就是不想让我拿到陆家宝藏。陆寿暗暗留了个心眼，顾玉成越是要瞒，他就越要查。父子2人就这样对峙了一会。顾玉成突然反应过来，逆子，你是不是故意转移话题？说东西是不是你藏起来了？我没有，等我回来时他们已经不见了。谅你也不敢撒谎。正当父子俩争论不休时，王妈急匆匆地跑到他们门前，敲起了房门。顾爷，陆家族亲在大厅有急事邀商，还请你们尽快过去。知道了，王妈，这就过去。大少爷，我们家都被偷了，家里粮食米面全都没了，我们早饭都还没有吃。你爷爷以前亲口承诺的，陆家会一直养着我们的，大少爷你可不能不认。陆寿突然懵了，他到陆家的第1天，就连家里的钥匙都没见过一把，竟要他养全族。你们开什么玩笑？我是回来继承家业的，不是来填窟窿的。族亲们一听他要一脸撒手不管的模样，当即就变了脸。哪怕你真是陆家的种，那也是乡下来的，真当自己是陆家大少爷了。对，在陆家，我们叫你一声大少爷，你才是，我们不认，你什么都不是，知道吗？陆寿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几十号人凶巴巴的围着，有压迫感。旁边的顾玉成见事情不对，便开口道：什么叫乡下来的？如果现在这里站着的是大米，你们还敢说刚刚那些话吗？果然，他话一出来，族亲们便面色讪讪，气势一下就弱了下去。然而远处的徐正阳原本是想上去帮陆寿的，可听到族亲们提起大米，下意识停住了脚步。陆寿确实和大米是有一定差距，大米确实是富养出来的，起码最基本的场面还是能镇得住的。陆寿将他们的反应都看在眼里，不由得攥紧了拳头。大米还没把陆家钥匙交给我，他就在对面，你们让他把钥匙交给我，我就开库房。我们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结果连个钥匙都没拿到。你不知道，在陆家要掌权的自己凭本事去抢的吗？
你们别忘了，陆家有一大笔宝藏呢，家里真被搬空了，总不能连宝藏都被搬走。听到此话的陆寿突然转向顾玉成，怒狠狠地质问：是不是你干的？是你把东西全部藏起来了是不是？逆子，你是要造反吗？大少爷刚刚已经指认他了，陆家宝藏肯定在顾老二那里，大家上去捉住他。族亲们一下把顾玉成父子围了起来，在众人的围堵下，很快就把俩人给控制住。你们这群有眼不识泰山的东西，识趣的赶紧放开我！大米是大米回来了。大少爷，不就是一个被顾玉成养废的草包罢了，虽然有点大少爷脾气，但依旧是个无脑的，到底有什么好怕他的？大米淡淡扫了他们一眼，看到蹲在地上的顾玉成，才抬头看向族亲们：你们打的？大少爷，我们。大米目光平静地扫过他们每一个人，甚至每年都会亲自给每家送去年礼。有些人就是养不熟的。顾玉成他做的再不好，那也是陆家的宠物，打宠物也得看主人。你们冲进陆家打陆家的狗，是要欺师灭祖，都想自己分出去当过是吧？族亲们一听，脸色一下就变了，急忙想解释，可大米哪里给他们解释的机会？全都不用着急，我成全你们，同意你们分出去。听到此话的族亲们全都急了，他们知道现在形势不好，到时候就说是被陆家逼迫，都不会有事的。但现在被陆家分出去，那就一丁点好处都捞不到了。不是这样的，大少爷，我们没有要分出去的意思，我们昨晚家里被偷了，心情不好，所以刚刚才冲动了些。大少爷，您别跟我们计较。大少爷说的没错，早就该把他们全都……二叔，我在处理家事，你的规矩呢？你这些年你们在外胡作非为，败坏陆家名声在先，殴打欺辱陆家人在后。我现在代替我爷爷和爸爸，宣布将你们全部逐出陆家，从今往后，你们跟陆家再也没有关系。大少爷，万事好商量，我们不愿意离开陆家。今天你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会走的。对，我们不愿意离开陆家，除非老爷子死而复生，亲口说当年的承诺不算数。晚了，这是今天报纸刊登的新闻，你们自己看清楚。自今日后，整个 H 市都会知道，陆家不耻族亲卑劣行径，大义灭亲，而不是陆家败落，被族人抛弃。断得好，你们这群正事不干，只会吸血的孬种，老子早就看你们不爽了，你们继续横啊！怎么在大米面前全都不敢了？一帮吃软怕硬的狗东西！顾楼啊，你跟我们半斤八两，竟然还敢说我们，殊不知自己被逐出门了吧？赶紧看看，你这份还是家主的申明，排场可比我们大多了。顾玉成拿着报纸的两只手，倒腾的跟苍蝇似的。你不能这样做，我是陆家的儿子，我妈是当年老爷子明媒正娶的，有结婚证吗？顾玉成一愣，旁边的族亲们听到大米的话，全都幸灾乐祸起来。民国时就能打结婚证明了，你母亲和老爷子有打过结婚证明吗？有登报声明过这段婚姻吗？陆家谁不知道，他一个保姆在陆家好吃好穿享了一辈子福，陆家还帮他养大了他带过来的儿子，老爷子这才特地给了他继子的身份。顾玉成连自己的根都忘记了吗？你们，他最屈辱的事情被当众说了出来，多年来积压的不甘一下全涌了出来，直往脑门上冲。大米眼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便直接对陆寿说道：陆寿，你现在是陆家大少爷，接下去的事情你来处理吧。陆寿听到大米的话，似乎想到了些什么。不，我一定要尽快摆脱他，摆脱陆家。陆家被搬空了，那就彻底成了一个累赘。顾玉成和陆家现在对我来说是随时会爆的两个雷。陆寿心里想着，决定悄悄退走，可他还没转身，就被族亲们围住了。你们已经被逐出陆家了，还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不服的找大米去。你是你，大米是大米，我们就找陆家大少爷。你不管我们，今天别想我们离开。正当众人争论不休时，办事处主任便带着手下走了进来。陆少爷，我家老宅今后就拜托您多多照看了。你放心，等租约到期，还你一个原样的陆公馆。多谢，那您继续收房，我就不打扰了。正当大米转身走到院子时，却正好碰到书中男主的柳如烟。大米，听说你要去下乡了。大米对他没有儿女情长，但两人从小就认识，称得上是青梅竹马。按照小说剧情里，柳如烟跟着陆寿的三观走，都把我陆家屠到绝户了。哪怕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我不可能像不知道任何事一样和他相处下去。听说你也要下乡？我听说你要去东南青山镇，我就求了家里，让我也去那里下乡。你二叔同意你去东南？我求了好久他才同意的，他还跟我爸妈打电话去告状，不过最后还是我赢了。剧情里，陆寿重生后并不知道当年徐家和顾玉成是一条船上的，就是这样一个残害好兄弟、人面兽心的家伙，竟然桃李满天下。既然我传说到这本小说，就不可能让他寿终正寝。大米，我喜欢你，你能做我对象吗？大米也是有些猛的。剧情里，他这个时候已经被逐出陆家了，根本没有和柳如烟见上面。两人是下乡后在知青点才见面的。柳如烟，如果我杀人，你会帮我埋尸吗？如果我杀人，你会帮我埋尸吗？大米，你的出身背景虽然注定了某些事情，但你不能自暴自弃，人要往正道上走。原来是看不起我啊！按照原书的剧情，柳如烟无条件信任陆寿的原因是陆寿没在陆晋染过，而不像我从小就在陆家长大，骨子里怕是已经被陆家染坏了。大米，你答应我吗？
我想要的伴侣是一个我杀人，他愿意无条件帮我埋尸的人，而不是什么都还没做就张口教训我。我不吃这一套。大米说完，转身就走，而柳如烟痴痴地站在原地，好半晌才反应过来，自己竟然就这么干脆的被大米拒绝了。此时的柳如烟心里顿时仿佛漏了个洞似的，空空的很难受。大米，我不会放弃的。然而角落里，陆寿羡慕的眼睛都红了。他活了2世，从来没有被这样优秀的女孩子追求过。他求之不得的事情，大米却弃之如敝履。大米，你到底凭什么？陆寿气得头晕脑胀，两眼一闭晕了过去。然而柳如烟看到倒地的陆寿，便跑了过去。陆少爷，你怎么样？这时系统突然跳了出来，便把那边实时的情况告诉了大米。主人，柳如烟刚刚才告白失败，转头就去对别的小伙子送温暖了，幸好没答应他，不然以后要被他气死的。我不喜欢他。随后大米来到医院，从线人口中得知徐家确定已经去京市出差了，现在过来就是要确认一下。主人，他这是跑了？应该是昨天顾玉成把消息透露给他之后，他就跑了。这个人心思敏锐，不像顾玉成那样蠢笨，估计做局害我爸爸的。徐家才是主谋，顾玉成就是个听话办事的。主人，那现在怎么办？徐家要5天后才会回来，可你明天就要下乡了，不能对他动手了。没事，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走了，自己先对徐家做点什么，重要的部分让爸爸亲自出手。现在正好我们去一趟弄堂里。转眼他们来到弄堂里，刚准备进去，身后就传来一道急促的脚步声，随后便听到一个中年女人的喊声：“大少爷！”阿大，你回来了。来人正是陆家的管家陆志，在看到院门口好好站着的大米时，他眼圈立时就红了。幸好大少爷你还在，我一收到消息就赶回来了。顾玉成那个小赤佬，他胆子太大了。根据书中剧情，阿大还没回来，我已经被赶出陆家。那时管家不顾一切去救我，最后惨死在陆寿和柳如烟手下，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还好现在我已经改变剧情，顾玉成和陆寿自身难保。大少爷，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你别怕，阿大去给你找场子，咱们不必怕他们。管家说着就要回去找顾玉成他们算账。他在外人面前一直都是老谋深算的老狐狸，是陆家第3难搞的人，但每次遇到大米的事，那暴脾气瞬间拉满。阿大，这件事不必着急，你跟我来。随后大米便携带管家来到自己的卧室。大米一回到房间就立刻锁上窗门，随后把床一开，对着墙面敲击3下，暗示门被打开。大少爷，你这是要干什么？我这副老骨头可经不起你折腾。质疑不必那么紧张，其实我想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惊喜？莫非这惊喜也太花了吧？小伙拽80岁少妇到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立马锁上门窗，随后把床往旁边推开，在墙上敲了几下，暗示门便被打开。来吧，质疑，我带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陆家每个房间都有这种密室，而整个陆家只有他和爸爸知道这件事。当陆志看到家主的那一刻，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家主，质疑，你听我给你讲。随后大米把事情的经过原本的给陆志讲了一遍。那2个畜生，也怪我，家主你就在陆家，我这么多年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每次你们找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提前把我转移了，找不到很正常。都怪我没能保护好家主。这不能怪你陆爷，而且我现在需要陆寿给我做挡箭牌，只要他这个陆家大少爷的身份凿实了，我才能安全的当陆家的假少爷，不然后面下乡他们拿我是陆家大少爷的事情做文章，免不了惹来一堆麻烦。陆寿上辈子出国了，根本没有感受过全家被清洗的下场，哪怕他有男主光环，也得脱层皮。这样还是便宜他了。其实大少爷，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把你一起带去港岛是能办到的。不，我有自己的使命要去完成。在把陆寿的男主光环一片片撕碎之前，我决定去熟悉的东南下乡，而不是去完全陌生的港岛。不然，凭借男主的强大光环，谁也不知道我去了港岛会遇到什么新的危机。大米，这件事你做得很好，徐家我会亲自解决。陆志担忧地看着陆丰堂，他和陆丰堂一起长大，比大米这个后辈更了解当年陆丰堂和徐家的友情。被最好的兄弟背叛，哪怕强大如家主也得破防。大米，给阿大把眼睛捂住，他又要掉小珍珠了，不然被屏幕前的刁毛们看到，那多羞。随后阿大擦了擦眼泪，屏幕前的刁毛不一定能看得到，不过能看到老娘掉珍珠的估计都发财了。对了，大米，你看到那块虎符了？大米点头，假装从口袋实则从空间拿出虎符，就是拿它打开的密室大门。你应该记得，你爷爷曾经给你订过一门娃娃亲，这块虎符就是信物，他们家祖籍就是东南的。当年你爷爷和人家爷爷交换完信物，两家就失散了。你爷爷走的时候只是把信物交给我，其他什么都没交代。等你到了东南后，如果有兴趣就随便找找，没时间就算了。咱们家没那么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观念。大米点点头，其实他现在比他爸爸知道的更多。虽然剧情里依旧没说我这位娃娃亲是谁，陆寿最后把所有人都灭了，起码我已经知道这位娃娃亲就在下乡的附近。好了，大米你先出去，这里有阿大陪我就好，你在这里待久了免得生你。随后大米点点头，便直接走了出去。刚走到大院，就看到顾玉成教训他那妻子。
谁让你过来的？不是你发电报叫我过来的吗？顾玉成气得直哆嗦，啪啪又给了何广兰2巴掌。你没脑子是不是？我早就告诉你，等离开 H 市的时候会派人去接你，怎么可能会现在让你过来？想到如今的自己一无所有，连火车票和船票都被偷走了，怒气更是压制不住的往上涌。你说不是你给我发的电报？难道我们被人坑了？有人想利用我对你不利？你和我的事情有没有跟别人提起过？我知道轻重的，谁都没告诉过。玉成，你要相信我。顾玉成仔细地打量着他的神色，心里还是相信他的，不然他之前也不会决定带上他一起出国。那到底是谁干的？顾玉成蹙眉，他想努力思考，可心头的烦躁让他根本静不下心思，反而越来越烦躁，想打人。玉成，你怎么了？你怎么回事？难道屏幕前的貂毛知道你腰子不行了，你就冲我发火？我感到很烦躁，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何广兰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抿着嘴陷入了沉思。然而大米在角落里看到这一幕，心头也沉了沉。这个何广兰似乎跟我以为的完全不一样。我也这么觉得，他好像并不像书中描写的那样，只是个依附顾玉成而活的恋爱脑恶毒亲妈。主人，他会不会发现顾玉成中毒了？不会，封神散无色无味，他们发现不了。此时在墙角的陆寿也是心头直跳，脸色都凝重起来了。怎么回事？何广兰就是一个胸大无脑，眼中只有顾玉成的自私的女人。可刚刚那番对话，虽然明面上何广兰被顾玉成打，实际上却是何广兰在做主导。陆寿想到上辈子出国后，妈妈劝他听爸爸的话，不要反抗爸爸，他心里突然升起一股寒意。如果那时不是因为妈妈害怕爸爸让我妥协，而是那一切根本就是他主导，把我当成筹码。妈妈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装的。陆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想到这次是用顾玉成的名义把何广兰骗来 H 市，身体就一阵发凉。不，这件事绝对不可以让妈妈知道。看到这，大米突然心生一计。100亿家产的男人，竟用1分钱就能让小孩死心塌地。哇！看在1分钱的面子上，说吧，有什么事要求本小爷？哎呦，小爷，你这样。听完大米的吩咐，小孩抱着照片跑到徐家小院门口。快出来，有你的信！何广兰，快出来，有你的信！哎，不好意思，兄姐姐，我说错了，这里有你的信。让你送信的人长什么样？小孩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他。何广兰眸光一冷，便从兜里掏出1分钱递给他。长这么高，大概有18厘米，是个高大威猛的男人。说完，他就扭头跑了。何广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眉头微蹙。这男人得有18厘米那么高了，我在这里根本不认识这样的人，而且我才刚到 H 市几个小时，还没通知任何人，怎么会有人给我送信？他说着，手里已经拆开信，当看到里面的照片时，整张脸都阴沉了下来。照片里，大米将陆寿填电报单子的画面拍得清清楚楚，在这个没有 PS 的年代，根本做不得假。陆寿，你还真是我的好儿子。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坑了自己，不知道屏幕前的刁毛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下场。谁给你寄的信？顾玉成听到动静也跟了出来，看到何广兰手里的照片时，火一下冲到脑门上，转身就冲去了陆寿屋里。不多时，里面就传来顾玉成暴怒的巴掌声和陆寿的惨叫。太可怕了！陆寿这已是提前感受到了家庭的威力。主人，要不要拦住他们？不用了，早上带走的那批人，这回估计招的都差不多了。叔叔迟早会来。果然，没过多久，大米就听到弄堂外面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在何广兰骂骂咧咧的过来开门的时候，大米从空间取出玉佩，扔到门口，转身跑到角落看他们表演。又是谁？怎么没人？何广兰的目光落在了地上的玉佩上，眉头一下拧了起来。谁又在敲门？你个败家娘们，给我让开！你要干什么？他忽然看到了摆在地上的玉佩，顿时跟中彩票一样，一把将玉佩捞进怀里。这个手感，这个形状，这是……看到玉佩的那一刻，顾玉成要激动疯了。玉成，这块玉佩出现的太蹊跷了，像是有人故意给咱们挖的一个坑。你懂什么？这可是陆家宝藏的钥匙。随后，顾玉成偷偷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哪怕何广兰是他的情人，却也不相信他。而陆寿想趁父母不注意偷偷逃跑，正好看到顾玉成捡玉佩的那一幕。这可是价值10亿的宝藏钥匙，竟然被这个老东拿到手了。陆寿狠狠攥紧了拳头，心跳疯狂加速。冷静，这时候一定要冷静。然而，就在这时，院外突然冲进来一群穿制服的人。别动，顾玉成，你涉嫌囚禁陆凤堂，被捕。顾玉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一下按住了。是地下室和陆凤堂一起失踪的那4名打手，他们一定是被抓了。该死的，那几个小赤佬竟然敢出卖我！陆寿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就看到顾玉成被捕，他身体永远反应比脑子快，一下就扑了上去。二叔，随着陆寿一声凄厉的喊叫，他成功压在了顾玉成的身上，手飞快地掏出顾玉成口袋里的玉佩，滑进自己的袖子里，整个过程丝滑完整，没有一丝犹豫。玉成，何广兰也要扑过来，他也想抢顾玉成的玉佩，但他还没靠近，就被一名叔叔拦住了。陆寿，把我捞出来，否则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谁。记住，玉佩是我的，我暂时保管在你那里。
你个老登，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着你那些宝藏？陆寿咬着牙，他不敢和顾玉成撕破脸，否则他冒充陆家大少爷的事就会立刻被揭穿，更是彻底跟陆家宝藏无缘了。给我把这些貂毛都带走，屏幕前的都是靓仔靓女就算了。然而，旁边的大米跟系统都看呆了。不愧是男主，这反应速度绝了。本来害怕他没机会把玉佩搞到手，而且陆寿真的会把顾玉成捞出来吗？哼，我想我已经破了徐正阳和陆寿的第一次生死之恩了。咦，小废物不明白，小废物想知道。最多明天你就知道了。根据剧情，顾玉成和何广兰全部弄去下放后，我这个资本家大少爷也会因为陆家被清算的原因被下放，这件事也算了结了。咱们先回家。然而，陆丰堂的情况一天好过一天，已经能自己靠着坐起来了。大米一起床就拿着空间的灵泉水看望父亲。陆丰堂一开始以为只是儿子从七凤山弄来的普通泉水，但一入口就知道不一样。老陆，你这样就不酷了啊？陆丰堂鼻子一酸，拉着儿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怎么都不放心。好了，我10点的火车该准备出发了。拒绝了陆丰堂想乔装去送他的要求，最后答应让陆志送他上火车。儿子，我看着你走，别看我哭哭啼啼的，屏幕前的各位貂毛肯定也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大米点点头，深吸了一口气，便大步往外走。老陆，相信我，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而屏幕前的各位老登，下一集看到我都会行大运的。男人为了省下2毛钱车费，竟一路跑着去1000里路的东南下乡。兄弟，你这跑量比我的还大。大哥，你不能捎我一段路？没问题，兄弟，只要你不怕冷，上来吧。小虫子，你是哪个大队的？我是小山坳大队的。小山坳大队，我可听说那里来了个脾气又大又能打的大少爷，你到了之后给我介绍一下，我这一上找他比划比划。我不敢，你说的那个人就在你身后。啥？我操！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想象中像丑牛，原来是个小瘪犊子，瞅着还挺嫩。俩人一路聊得欢快，颇有相见恨晚的意思，就差停车磕头拜把子了。铁牛，你们队的男子请到了，你来领一下。他是大队长，救命！我刚刚看了他的拳头，又大又硬，一拳能打死你。不怕，我力气也大，最多和他2败俱伤。希望能和平相处。主人，不行就哭吧，这事咱们也不是没干过，一回生二回熟。小废物，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他只是气场凶而已，我打得过。同志你好，我是来小山坳大队插队的南知青大，这是我的介绍信。傅少爷一言不发的接过介绍信，才看一眼，眉头就狠狠的拧了起来。这不是我要等的人，但这姓氏怎么了？是我的介绍信有什么问题吗？虽然是走后门让翟叔帮忙改的地址，但副队长要是真的不接收他，那也只能再另外选个地方了。没有。傅少爷眉头拧得又紧了2分，随后瞥了大米一眼，把介绍信往兜里一塞，就上了拖拉机。上车。他绝对是个练家子，人狠话不多，到时候一拳一个，小伙子可咋办？这位同志，你要带大米去哪里？不能看他是个男同志，抢了就走吧。美林，先搞清楚情况再说。刚刚王队长说大米要去插队的是小山坳大队，怎么可能？我亲自跑去知青办看过，大米田里下乡地址是山坳大队，怎么可能是小山坳？他说着，突然想起自己偷偷去看大米的下乡地址，有些没面子。但想到自己毕竟从小跟大米吵到大，全 H 是小伙子，就他跟大米最熟，总不好当什么都不知道。这位黑脸同志，我劝你赶紧把我们的男同志放了，他是我们山坳大队的男知青，你要执迷不悟，我马上就去知青办告你去。我报名下乡的地址是小山坳大队，不是山坳大队。你说什么？你大米，你个王八蛋！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我下乡的地址确实是小山坳大队，没有错。他说着垂下眸，声音里多了一丝伤感。我因为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前2天心情非常不好，想跟从前的事情做个彻底的告别。我们 H 市知青办的同志同情我，就帮我改了下乡的地址。我是自愿到小山坳大队插队的，请大家别误会。在这里也希望今后大家都能在东南的土地上发光发热，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傅少爷看着他那煽情的样子，也没说什么，便直接开着拖拉机一路狂奔。大米皱眉，抬头看了下四周，四下里都是山野，只有一条大路通往前方更加远的山脉中。请下车。同志，为什么让我在这里下车了？我要按时间去还拖拉机，在这里换道，从前面的小青山穿过去就是小山坳，半个小时路程。大米跃跃欲试，非常干脆的答应了。本来傅少爷还以为他会别扭一下，结果就这么痛快的答应了。不娇气也不是不可以让他留下。他心里琢磨着，脸上则依旧是面无表情，对大米点了下头，让他等在这里，便跳上拖拉机走了。不知道小山坳里面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剧情里对那里面的描述实在太少，下乡的时间太紧，我也没来得及找人去调查这里的情况。主人，他好快。他确实很快，
这才几分钟，傅铁牛竟然就回来了。走这边。傅少爷一句废话都没有，指了下前方入山的一条小道，但这会在深山里，空气凛冽，还下着雪，可能是感觉上有偏差。傅少爷没多想，继续沉默的赶路。25分钟后，两人从小青山走了出来，这里是个非常广袤的山谷，看地势应该就是在小山坳大队。这会已经暮霭四沉，远处有院子。这时，前方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摇着手招呼起来：“铁牛回来了。”却在看到跟在傅少爷身后的大米时，一下停了下来，目光瞬间变得很警觉。这位是二姑奶，这位是这次分到我们大队的下乡知青，她是大队部书记的爱人张春花同志，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大米从口袋里拿出介绍信，递给张春花：“您好，我叫大米，姓陆 ，H 是来的。那你认识陆振东吗？他是护士陆公馆的二当家。”大米点点头。张春花眼圈一下就红了，是陆先生的后辈，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小伙子别见怪，刚刚张奶奶不是针对你，只是咱们这里不欢迎外人，但你是陆先生的后辈，绝对没有问题。老头子，你快过来，咱们队里来知青了，他姓陆。陆家的人，既然是陆家的人，那就先不去大队部，随我回家里一趟。随后，大米跟着他们往前方的一处院子走去。大米被带到何家，老支书一回来就走到最里边的屋子里，随后搬出来一只非常小巧精致的紫檀木箱子。大米就见到他从紫檀箱子底部用2只手托起一样东西，小心翼翼地解开上面裹着的红布。这是陆家的鱼符。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可见我来村第一天，全村人不仅拿烤乳猪侍奉我，更是对我言听计从。请允许老头子叫你一声大少爷。陆先生对我们小山坳有大恩啊。大米沉默了1秒，低头在空间取出一块青铜牌子，捏在手心里，对着何耀祖举出。陆家家主的信物则是1块鱼符和2块虎符，而2块虎符，一块如今在大米的空间里，另外一块则是给了大米那个娃娃亲，目前下落不明中。这么多年了，终于在世见到了陆先生的后辈。从何耀祖的描述中，大米才知道陆振东年轻的时候在这里住过10年。那时候陆振东从地主手里买下了整个村子的人，将卖身契发还给他们，给了他们自由。是先生让我们抬起头来做人，他是我们整个小山坳的恩人。大米已经从二叔公口中听说过这件事，如今在听何耀祖讲述当年的事情，只觉得二叔公还是太谦虚了。我们只信陆家继承人，当年陆先生来过信，说陆家有了新的继承人，还把老家主的那个规矩跟我们说了。不管你是不是陆家血脉，你都是陆家继承人，在这里的就都是你可以信任的家人。随后，何耀祖郑重地将自己收藏多年的那枚鱼符交给大米。陆先生已经去了，如今这东西交给你，也算物归原主了。大米想了想，摇摇头。二叔公一生未婚，无子无女，他那一脉已无人继承，这枚鱼符您留着做个念想吧。听到大米的话，院子里的村民们更是对他另眼相看，大家齐齐看向他，而老支书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咱们村好多年没有见过小伙子了，大米知青来得好。欢迎陆知青来咱们小山坳大队。大米知青把这里当成自己家，有事你就招呼一声。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一句没提陆家陆振东，但每一个人的关心里都是对陆振东的感恩。二叔公托您的福。张春花都插不上手，看得大为惊讶，随后感叹的点点头。和陆先生说的一样，是个好孩子。我家在村子里已经没人了，平常主要是带着村里的年轻人在山上巡山，大队部的事情都是老支书在管，往后有事你就找我。那就先谢过野哥了。咱们小山坳就山谷这一旮旯地方，田地少，正常种地养不活人，大队部就领了巡山的工作。回头去隔壁山坳大队，要是有人为难你，不用忍着，该动手就动手，也别真把人打坏了，给医药费白白便宜人家。咋的？隔壁又闹幺蛾子？李胜利那老小子这几天天天在公社门口蹲李主任，说2个村合并的事情。合并？剧情里有这一段吗？难道是因为我的觉醒改变了什么？他就是盯上了咱们的巡山队，想要分一杯羹。哼，这老小子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我们敢让他们上山，难道他们有命活着回来？行了，陆少爷来这么久还没吃饭，咱们先进屋吃饭，各位父老乡亲也都回去吧。而此刻另一边，通往隔壁山坳大队的唯一一条砂石路上，大雪已经停了，寒风凛冽，比刚刚下雪的时候更显得冷了。然而陆寿因为第6级跟顾玉成抢玉佩，也被安排到下乡。那么难，这么冷的天都挡不住你们左右。大队长您赶紧走吧，我们都快冻死了。他瞥了一眼含着2泡眼泪的陆知青，心里一突突，扭头一鞭子抽在老黄牛身上。牛哥，快走，不然晚点就没草吃了，更别说见到牛花了。你一个大男人最好别哭出来，现在这个温度，你眼泪冻脸上是要毁容的。陆寿吓得赶紧用力抹了抹眼睛，心里恨死了张美玲这帮知青和那位王大队长。难道我从中回来是来受苦的吗？你们
都逼我是吧？那你们就都给我等着。我又随手扶了男主一把，竟又意外截胡了本属于男主的随身空间。恭喜主人捡漏到男主的随身空间。我操！前有玉佩空间，现在又来一个随身空间，好，这么玩是吧？果然，男主光环太强大了，不是轻易就能被打散的。打不散，我就一片片的给他撕散。此刻，新的空间一到手，大米就感觉到跟他原来的空间融合了。哇，空间果然升级了，面积也比之前广袤了1倍。主人，你快感受一下，有新的功能出现吗？果然，之前和系统猜测的是对的，不仅我能控制空间里所有的活物，就连他们呼吸我也能感受得到。之前他放过几只鸟进空间，但它们一飞进山里，大米就感受不到了。而此刻他只要愿意，就能感受到它们的呼吸。太棒了！不过主人现在要马上退去，陆兽就要醒了。听了系统的提醒，大米功成身退，1秒都没多待，仿佛就是来看热闹的，谁都没注意到他刚刚在陆兽身上摸了一把。我怎么了？刚刚明明很晕，脑袋里似乎被挤入了什么东西，难道我重生后体质改变了？陆兽一喜，心里那点郁结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重生归来，我一定要有一番作为。这小子不会是中啥了吧？你们也都别看了，快把这个冻傻的小伙扶起来。然而，柳如烟报名下乡的地方也需要经过这里，刚好和大米碰到。大米，柳知青，请自重。大米一把拍开了柳如烟的手，眼神冷漠，同时在意识里喊系统：系统，赶紧把他身上的东西捞一下。遵命，再捞了。而柳如烟还想跟大米拉扯，正好被远处的王建国看到，急忙冲了过来。哟，小陆知青也在啊！那个刘知青、陆受知青喊你呢，你们是在出对象不？快点把他送卫生所去！哎，柳如烟瞬间被王建国一把扯得都懵了。什么东西？我什么时候跟陆受谈对象了？什么？你还搞着他两球船？这作风问题啊！此时的王建国真是恨不得把柳如烟的头扭陆受身上去。见柳如烟还在看大米，气得上前挡在了他面前。刘知青，这里有你对象等着你救命呢，你到底管不管？大叔，我求你别再说了，陆受不是我对象，你送他去卫生室就好了。王建国见柳如烟的态度强硬，便也没再说啥。都在搞什么？刚来就卿卿我我的，大城市难道都是这个作风？算了，我还是去帮那个废物吧。大米，你听我解释。柳如烟这下更确定，大米是因为听到陆受和他的留言才对他这么冷淡，追上去就要跟大米解释。大米反手又将他挥开，在意识里继续喊系统：恭喜主人，捡漏成功，捡漏到柳如烟的一封情书。什么？他写给主人你的情书，情书上还有体温呢。大米被气笑了，这虚情假意、道貌岸然的东西，做戏还做全套。这情书不能留。随后，大米直接将情书撕了个粉碎。主人，你快看，还有一封信。大米用意识查看了一下那封信，眼底的温度瞬间冷了下来。那是一封柳家写给柳如烟的亲笔信。如烟，别忘了家族给你的使命，必要时将大米带回 H 市，记住要活的。主人，他们柳家要搞死陆家，还成为使命传承了。从这些可以肯定，柳如烟从小接近我就是带着目的，也难怪剧情中我后来不管怎么反抗，都像是被一张大网套着。原来是有人早有预谋。主人，恐怕陆受也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柳如烟这个女主才是书中真正为所欲为的那个人。可笑我之前看完剧情，还以为一切起因都是陆受，柳如烟是爱屋及乌，被推着往前走。大米心里真的是想笑，笑自己和爸爸被柳家人牵着鼻子走，笑他们都被柳如烟这个处处表现得正直的女孩子骗得团团转。柳如烟，你藏得可真深啊！系统，把他们的东西都给我收得干干净净。遵命。大米，柳如烟想解释清楚自己和陆受没有关系，眼里带着一抹决绝。大米却看出他眼中的算计。主人，你看，他果然是想掏告白信，对不对？不然他这种雨露均沾的性子不会明确撇清和陆受的关系的。幸好咱们把那封告白信捡漏过来了，太可怕了，这个人。差一点我就要卷入柳如烟制造的恶心绯闻里。大米，我有话跟你说。该死的，怎么告白信不见了？果然，能当男主的人，就算他看上去蠢，也会有得天独厚的气运。柳如烟，你给我等着！大米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转身就走。相较于重生归来无脑复仇的陆受，他此刻更恶心一直隐藏在身边的柳如烟。大米，你跟我是不是有误会？我和陆受真的没什么。刘知青，既然人家小陆知青不想搭理你，你还是离他远一点。王队长，你什么你？大家伙都在这里看着呢，你该说你刚刚没有那龌龊心思。行了，赶紧走吧，下一个村咱们就到达目的地了。大米，我一定会让你后悔你今天的决定。你不要过来啊！这个该死的山涧那么危险不说，还有这只讨厌的野猪也来找我麻烦。陆受从小就怕野猪，见大米过来，哭着向他求救。
大米，你帮帮我，让这鬼东西走开。哟，让我帮你？你要干什么？大米嘴角一勾，朝着他就挥出了鞭子。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是大山坳的下乡知青，你是小山坳的知青，你伤害我是想挑起2个村子的矛盾吗？你还挺会挑重点的。大米冷笑，举起鞭子用力抽在陆寿身旁的屁股，鞭子尾巴就擦着他的脸颊掠过，没碰到他一根毫毛，但那甩起来的劲风吓得他差点滚落裂缝。挑起矛盾？我碰到你了吗？小山坳明确不欢迎外来者，你自己非要跑到这危险的山涧来，怪得了谁？我明确告诉你，现在身为小山坳的一员，有职责守护村子，我礼貌的请你离开，哪里做错了？接着又开始甩起竹鞭，一点都没碰到陆寿，但那凛冽的破空声就在陆寿耳边炸起。你住手！你不要过来！大米不是个草包吗？到底哪里出错了？他觉得自己可能被故意从那个处处补充了。大米这个样子，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只知道闹脾气的草包？大米，有话咱好好说。我来的时候有很多人看到的，王大队长，他此刻可能就在出口那里等着。你敢威胁我？没有，我只是向你陈述事实。你还有大好年华，何必跟我陪葬？大米完全不听，只是一味嚣张的甩着鞭子朝往回走。说你为什么到这里来？见大米又要挥鞭子，他急中生智，赶紧说道：“是何广来H 市之前，他告诉我，你做了那么多年陆家大少爷，肯定有钱。他说你的一切本来就是我的。”何广兰确实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上一世说的这一次，他们被抓走的太快，何广兰还来不及跟他说这些。何广兰，按照剧情里，陆寿是在他们下乡后第3个月才开始联系迪特接近我的。既然这样，我只能装不认识他套路一下了。何广兰是谁？他跟你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找你要钱？大米灵魂的3连问，陆寿的脸瞬间白了。不行，我还要拿到陆家宝藏，绝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被揭穿，不然我就是下放人员顾玉成和何广兰的私生子，到时候更无立足之地。陆寿脑子转得飞快，立马编织了一个谎言。他是我二叔顾玉成的相好，顾儿已经被我爸爸逐出陆家，他现在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哼，竟然想跟他同盟，真是脑子瓦特了。听到陆寿口中爸爸长，爸爸短，可真令人生气。随后，大米看向前方的出口，嘴角一勾。王大队长，刚刚陆寿的话您都听到了吗？王建国一脸晦气地蹲在入口处，那真是一步都没敢挨着小山坳地界的土，只恨之前慢了一步，没把陆寿捉回去。听到了，听到了。这位陆寿知青被别人3言2语一蛊惑，就要来占有我的钱财。我们那的人都知道，我离开陆家的时候把东西都交给陆寿了，下乡来的时候就带了一只藤木箱子，他竟然还抓着我不放，连知青办补贴给我的最后一点安身立命的钱都要算计，对他略惩小戒，应该不过分吧？不过分，不过分，这都算事情的。大米点点头，扭头看向瑟瑟发抖的陆寿，冲他露出一个笑容。哼，给你脸了，你最好回去记得照照镜子。下一秒，大米手一抬，朝陆寿撒出了一把睡觉符。陆寿只觉得心神一晃，便直接晕了过去。而旁边王建国看到这一幕，也是瞪大了双眼。小陆知青，你真厉害，干了我不该干的事。王大队长，你看到了，我只是想吓吓他出口恶气，是他自己晕过去的。对，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见证人。大米冲他笑了下，转身就走。我是证人啊，全程看着呢。刚刚人家陆知青就拍了下手，连鞭子都收进口袋里去了。此时王建国真的是高兴得合不拢嘴，拔腿狂奔回村去喊人抬陆寿。刚进村口，就看到他小儿子风跑过来，边跑边喊：“爹，叔叔又来了！柳知青说他的东西找不到，现在准备让叔叔来查村子里了。”王建国两眼一黑，差点背过气去。行，你们就做吧，使劲做，等把陆寿弄到卫生院，看我怎么给你们修鞋穿。在这个肉星子在碗里，五金豆子还金贵的年代，男人只是多送了寡妇一口汤，却导致脸大的老斑鸠当场血狗狂怒。王德发，你个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咋那么欠呢？还有，老娘是不是给你脸了？让你去送个汤，你给我整到寡妇那去了。嘿嘿，我看他男人缺得着，这不是天冷了想给他暖暖被窝吗？麻溜的给老娘滚！你个瘪犊子玩意！嘿嘿嘿，留着，那我走了。多送的那口汤，刚好我今晚有着落了。赶紧滚！大少爷，刘婶，好久不见，你这疯狗脾气跟当年一样，而且身材还是那么好。柳爱红重新看向大米，眼圈慢慢红了。多年不见，大少爷已经长这么大了，还记得我当年洗衣服的场景啊？聊起从前，柳爱红不免眼前多了几滴小珍珠。我爹离开时，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去 H 市再见老爷子一面。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将来一定要对得起陆家。大少爷你放心，我是这里的地头蛇，只要有用得着我柳爱红的地方，我以身相许都可以。大米一时也有些感慨，柳爱红的父亲当年是他爷爷的手下，后来妻子重病想回东北老家，他带着女儿回来，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再回陆家。
剧情里，我到青山镇后并没有主动联系过柳爱红，但柳爱红知道我下乡到山坳大队，还是想方设法招过。既然避不过，那这一次由我来掌握主动权。刘婶是这样，我有一些包裹需要您取一下，但是别被人发现是我的。大少爷，你放心，我会安排几个面生的人过去取来，对外就说你是我远房亲戚。包裹有些多，你最好让他们雇一辆牛车去拉。大米之前寄包裹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这一步，当时他对自己做了伪装，寄件人、收件人写的都是假名。那大少爷，你先进去坐一会，我这就去安排人把包裹取回来。随后，刘爱红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自得到老爷子的信，我就去重新打了一串家里的钥匙，你拿着。那就多谢柳姨了。刘爱红眼睛立即亮了，随后喜滋滋的出去办事去了。那模样真是跟之前站在门口发疯的样子完全不是一个人。主人，他好崇拜你啊！不对，他刚刚看你那小眼神，是不是想跟我争宠？别多想，他崇拜的是我爷爷，对我是爱屋及乌。我才不信，他就是要跟我争宠。主人跟我才是天下第一好，我不会被他比下去的。小废物，你是最棒的。等柳爱红出去后，大米也没闲着。关于青山镇的详情，剧情里的描述并不详细，便直接去大街上看了一下情况。路上几乎见不到小汽车，拉人的小巴车也极少见，大部分人都是靠2条腿走路。上次在火车上，朱瑶他们说青山镇很穷，看来确实如此。哎呦，这小子长得真的，一看就是知青，肯定有不少钱财。走，一起上。2名小混混旁若无人的聊着，一边往大米这边靠近。大米耳力不错，听的那是清清楚楚。一群坏蛋，主人揍他们，揍他们！当年大米跟着陆管家出门找家主的时候，没少碰到这种不长眼的，但大多时候大米都是没机会出手，因为陆管家先红温了，直接暴揍小流氓。打扰了，恭喜主人捡漏到王又贵、刘天赐，加起来15块家当，日子过得这么穷。咦，怎么有何广兰的照片？这是什么运气？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迪特发展的下线。主人，我们会不会打草惊蛇？不会。大米在意识里说着，手伸进口袋，从空间取出真心话花瓣，对着2人的脸就是一吹，他们会出现短暂的幻觉，基本上问什么答什么。说这是谁给你们的？张为民给我们钱，却接近山坳大队下放人员何广兰。他是张显富的儿子，我们不知道他找何广兰做什么，不许我们多问，我们就是拿钱办事，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张显富、张为民，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根据剧情里，张显富就是半路救了陆寿转头诬陷我搞破鞋的那位张干事。既然他们要接近何广兰，那就帮他们一把。大米让系统把照片还回去，趁着人还迷迷瞪瞪的，对他们说道：何广兰的亲生儿子陆寿，现在就住在镇医院里。知道了，医院陆寿。2人迷迷糊糊的应着，嘴里不断重复着这句话。随后，大米觉得手痒痒，又把2人修理了一顿。2人痛得清醒了过来，一个个的躺在地上，生不如死的哀嚎起来。大米就站在他们身边，冷冷的看着。这一刻，刘天赐2人感觉自己仿佛见到了活阎王。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你们不是错了，而是你们怕了。哼！随后，大米转身朝着巷子外面走去，找了个合适的地方留了陆家的暗号，让他的人盯死这2个人以及张显富一家。忙完这件事，大米回到了柳爱红家，刚到门口就看到满满一拖拉机的包裹。大少爷，你看这老小子还是这么凶，也不知道吃什么长大的，吃的这么壮不说，还越长越凶。上次跟我们抢镇西那块黑市的地盘，差点被他黑吃黑。这小子就从来不肯吃亏的，所幸人品还算板正，不然还真不放心大少爷去他那。主人，前面镇医院可以截胡主角的一次光环，而且还可以捡漏很多财宝哦。有陆寿，那必须得给他整出点幺蛾子来。主人，前面可以截胡主角的一次光环，而且还可以捡漏很多财宝哦。有陆寿，那必须得撕去他一片光环。10分钟后，大米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给脸乔装打扮了一番，再出来就是一个胖了2圈、高了5公分、拎了个破篮子的40岁大叔了。恰好陆寿也住这里，这不是巧了吗？恭喜主人捡漏到张显富的财富，捡漏到黄金4箱，古董字画5箱，现金8000元，账本1册。很好，看来这一趟不白来，抓到一条大鱼。这个张显富是个巨贪，他现金没有太多，但把钱都换成黄金了。等离开医院就给他写举报信。根据剧情，还想干干净净让儿子下乡去当迪特，真是做春秋大梦。你们是谁？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你不认识我们？你不是认我们当哥哥吗？结果转身就找人修理我们，现在你要对我们负责。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陆寿正要喊人，刘天赐就坐到陆寿床边，盯着他的眼睛，低声音道：何广兰是你的亲生母亲吧？他怎么会知道？不，他从哪里知道这件事的？不，绝不能让他把我和何广兰的关系说出来，不然我就彻底和陆家宝藏无缘了。转瞬之间，陆寿就在心里转过了无数个念头，眼泪说来就来，随后悲伤的转头看向隔壁病床上躺着的一位中年男子李叔叔。与此同时，大米拎着篮子不疾不徐地走进了病房，小系统在他脑海里飞快地播报着。主人，他叫李茂旭，是剧情里男主跳水救孩子的那位首长的亲儿子。主人，剧情提前了，
果然，打散男主的一层光环，就会给我送新的机缘。陆寿看上去跟李首长的儿子很投缘，这回不等他求救，李茂旭已经皱着眉坐起来，准备让身边的警卫员出手帮忙。只是2张病床中间就突然插进来一个穿着破袄子的中年汉子。同志，要苹果不？不要，麻烦你让一下。恭喜主人捡漏成功，捡漏到李家人的好感。哦，好感。对啊，好感也可以捡漏哦。主人快看，李茂旭对陆寿的态度变了。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书中那些人对陆寿会无脑站队，原来都是因为好感。而此时，李茂旭失去对陆寿的好感光环后，大概看到了陆寿对卖苹果的农家汉子的态度，心里对陆寿善良乖巧的认知一下就转变了。大哥，你这苹果不错，怎么换？10张大团结。好，我要了。大米看了他一眼，接过钱，把苹果给了他，转身离开。这位李茂旭确实不错，难怪后来会为了陆寿救儿子的恩情而一直帮助他们。随即，陆寿还想叫李茂旭帮忙，李茂旭却下了床。你们陪我去探望一个朋友。是。怎么突然之间，那人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明明昨晚听他说自己的遭遇的时候，他还很同情我。陆寿真的不懂，最近这段时间他到底是怎么了？可他没有时间继续分析了。刘天赐2人原本看到他向隔壁病床那位一看就有来头的青年男人求救的时候，他们心里是发怵的。但现在那个男人离开了，刘天赐一下支棱起来。你还想你来？我们兄弟成为现在这副样子就是你造成的，你必须赔钱。我没钱，没钱，就让你妈把钱送过来。我妈早就没了。陆寿打定主意就是不承认。刘天赐冷笑一声，和王佑贵2人对视了一眼，然后2人直接往地上一躺，不走了。剧情里，我被人冤枉的时候，比陆寿此时更崩溃为绝望。陆寿现在才哪到哪。随后，大米找了个没人的角落进空间，又换了一套装扮，径直去了邮局。1刻钟后，大米成功拿到电报，一共有2封，是不同时间发过来的。上面写的是陆家的另一套暗语，大米翻译出来。第1封写的是谭师已到大山坳。教授他们怎么提前来了，还下放到了大山坳？也不知道教授和师母怎么样了。紧接着他打开第2封电报，上面的内容是徐家一青山见。小飞舞，爸爸要到青山镇来。是的，好开心。我也很开心。大米是真的开心，而徐家被抓的消息也让他很高兴。走，先去把烂摊子收拾干净。大米一路快步下了山，老远就看到知青点那边又热闹了起来。主人，陆寿和柳如烟都回来了，他们2人脸色好臭。哎呦呦，发疯的娘，愤怒的爹，破碎的女儿，逃离的备胎，这一家子可真热闹。听着系统这阴阳怪气劲，大米觉得他总结得很到位。忘记自己是来这里改造来的吗？咋不上前的？我回头就去举报，等上面来人办你们，让你们牛。王建国咬着牙，死死盯着他们，以防闹出人命来。而顾玉成压根不管他的暴力已经克制不住了，正疯狂扯着陆寿输出。我那4箱子财宝呢？你拎去火车站的那2大包东西呢？那都是老子的东西，你还给我！别跟老子说你没拿，我那4箱东西可是亲手交到你手上的，你说丢了就真的丢了。这件事还是昨天晚上何广兰被人救回来后跟他提起，他才想明白自己是被这个儿子坑了。我真的一样都没有呢，刘姐，你可要为我做主啊！不对，我自从遇到陆寿后，似乎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跟大米告白被他拒绝，下乡却搞错地方，没跟大米分在同一个地方，一来知青点就丢东西，现在柳家藏宝地点被洗劫一空，我二叔还失踪了。柳如烟越想越心惊，这些都是在认识陆寿之后才发生的。从小到大，他就是靠着这种直觉与人交往，换取对自己有利的人脉。最后，他只略显僵硬地说道：“陆知青，你我都是知青，叫刘姐太亲密了，你以后还是叫我柳知青吧，或者柳同志都可以。”陆寿此时都惊了，此时100米外的大米也挑了挑眉。哇，主人，你看到柳如烟刚刚的脸色变化没？男主这是对女主祛魅了吗？恐怕不只是祛魅这么简单。刚刚柳如烟的反应，明显是在衡量陆寿的价值。现在他估计是觉得陆寿的价值没有想象的高，想跟他保持距离试试看效果。难道男主不是对女主无脑宠，而是因为他的女主光环对自己有利才跟他亲近？那岂不是他才是最狠的那个？陆寿顶多是个挡箭牌。如果真是这样，柳如烟才是比陆寿更恶的人。他们柳家藏的可真够深的。眼前，柳如烟说完那句话就站得远了一些。陆寿正要表现得伤心欲绝，就被顾玉成强行扯到了一边。难道你想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私生子，跟陆家没有关系？难道你想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私生子，跟陆家没有关系？陆寿一下被捏住了命脉，他现在一无所有，过得甚至比上一世还要糟糕。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陆家那批宝藏。最终，他咬了咬牙。好，我答应你。这才像话吗？乖乖等通知。顾玉成这才满意的走了。陆寿气得牙都要咬碎了，但无可奈何。就在这时，大米已经悄无声息地跟上了顾玉成。大米趁没人注意，一把将顾玉成拽进空间，跑到一个死角，把他蒙上眼睛，捆住手脚后丢。然后，大米将空间里那台录音机拿了出来。他们以前找我要钱，让我帮忙敛财。如果不是这样，我怎么会找上顾玉成那个没用的男人？他要不是陆家二爷，我根本瞧不上他。结果卵用都没有。你同时有几个相好，他们都给你钱对不对？没数过
数不清了，谁有钱我就跟谁好。那群人跟吸血鬼一样，我不找男人要钱，怎么供应得了他们？陆寿是谁的儿子？我怎么知道？没看到他姓乔吗？瞧着像谁，他就是谁的孩子呗。录音到此戛然而止，顾玉成的拳头捏得嘎嘎响，整个人都气得在发抖。那个臭婆娘竟然敢骗我！我给了他那么多钱，他竟然敢骗我！他连陆寿是谁的儿子都不知道，竟然还敢说是我的，哄我把他带回陆家。死38，竟然敢给我戴绿帽子！顾玉成疯了，完全不思考为什么有人会给他听这个。大米用粗哑的声音好心提醒：何广兰是敌特，心狠手辣，你可别被他轻易弄死了。但大米知道，他这位二叔听进去了，他最怕死了。如今知道何广兰的真面目，哪怕封神伞让他暴力，他还是会小心翼翼。见差不多了，大米将顾玉成放出空间，解开束缚，然后把他扔得离牛棚远一些。主人，顾玉成和何广兰能打得起来吗？何广兰就算心态崩了，还是能把他当狗一样玩。希望顾玉成给力一点啊！没事，晚上我们来验收成果。系统一听就兴奋了。路上经过知青点，发现陆寿还坐在院子里哭，于冬梅这个舔狗正围在他跟前安慰着。陆知青，你别哭了，大队长已经去跟上面反映了，他们这帮下放人这么嚣张，肯定会来收拾的。陆寿慢悠悠地抬起哭得红肿的眼睛，可怜又倔强地看向于冬梅。是不是我做的哪里不好，才会让他们一个个的都要来欺负我？不是的，怎么会是你的错呢？是别人犯贱，跟你有什么关系？站在不远处的张美玲白了陆寿一眼，拉着徐之薇就进了屋里。陆知青，你别哭，我都要心疼坏了。远处，柳如烟全程看着这一幕，抿了抿唇，眼神讳莫如深。让于冬梅去试一试陆寿的霉运也好。突然，他似乎看到了一道人影，人一下冲出了知青点。哎，大米！可前方只剩下大米的背影。大米看完戏，早飞快地离开了，头都没有回。柳如烟想追上去，可想了想之前被拒，犹豫了一下，还是收回了脚。大米，难道我对你还不够好吗？柳如烟看着大米飞快远去的背影，不甘地皱起了眉。随后，大米准备去验收成。有昨天的经验，今天大米更是熟门熟路，飞快地跑去了山涧上方的小树林里。果然，牛棚里热闹得很。顾玉成和何广兰睡的那一屋里，正在上演全武行。没过一会儿，顾玉成夺门而出，朝着远处的林子里跑去。救命啊！他要感染了！这才是他真实的样子吧？好可怕！别怕，他只有4天可以活了。4天后，何广兰就会肠穿肚烂而死。这么简单的让他死，太便宜他了！救命！救命啊！顾玉成边跑边喊，可他这些年早就被酒色掏空了身体，加上重感冒和封神伞的作用，这回已经喘如老狗。何广兰，我已经知道你是敌特，你要是不放过我，我就去举报你。就是现在了！呼吸间，大米拽住顾玉成的胳膊，将他收进空间，随后自己也闪了进去。不见了，又不见了！何广兰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满脑子都只剩下顾玉成刚刚喊的那句话：你不放过我，我就去举报你。他是真的要疯了，可他怎么也找不到顾玉成，原地消失了。不，那个老畜生已经和我撕破脸，他一定会去举报我的，绝不能让他逃跑。该死的，到底是谁告诉他我那些事的？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是顾玉成的相好，顾玉成说的话分量重多了，加上陆寿的身世，顾玉成只要拿出一点他们之前私通的证据，那他这辈子才是彻底完了。我本来只要立了功，就能想办法让他们帮我离开这里，为此不惜得罪大队长也要闹。可如果顾玉成现在去举报我，找到顾玉成，对，一定要找到他。正当何广兰准备继续找，后面王建国带着大山坳的村民们已经追了上来。在那里，何广兰，你在这！王建国是真的怒了，他自认为对这些下放人员已经足够宽容，可看看他们给他做的。顾玉成呢？难不成你把他？我没有。你别动，不要反抗，这娘们疯了，给我带回去。此时，大米在空间里默默地看着王建国带人将何广兰带回了村里。顾玉成不能在空间待太久，现在外面也没人了，咱们把他弄出去。随后，大米在空间里换上了那套卖苹果中年汉子的装扮。陆寿能重生，他能觉醒，保不准顾玉成身上会不会有什么机遇。主人，你要小心再小心，不要暴露自己。你是谁？是不是陆丰堂的那只心腹？难道你们回来了？不。是你们跟着大米来到了东南。顾玉成这回脑子反而转得特别快，他明白了，陆家根本就是从始至终都认定大米是继承人，不管大米自己放不放弃，他永远是继承人。这批心腹就是跟着大米来的。你是不是弄错了？我是帮陆家找回亲生儿子，我是陆家的大功臣啊！看来二叔还是这么天真，看看他此刻有多怂，外强中干的孬种，就只会欺负我这个孤子。这要紧吗？我们只效忠于大少爷，你对不起他。顾玉成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真正的陆家心腹才不管你是不是为了陆家好，他们只效忠家主和继承人。我是被陆寿蛊惑的，设计这一切的是陆寿，他现在就在知青点，你有仇去找他报。顾玉成还想试图狡辩，他看到面前的汉子从身后拿出了一只录音机，按了播放键。是你，之前是你绑了我，给我听的录音，是大米让你来的吗？他是不是在附近？他来了吗？你们想对我做什么？大米拎着录音机，平静地看着顾玉成，一时间，周围只剩下录音机播放的声音。他终于反应过来，自己是被人坑进了一个圈套里。
录音机里熟悉的声音让他再次感受到深深的羞辱。哈哈哈！你最近是不是感觉自己脾气难以压制，易暴易怒，还经常咳嗽，夜里难以入睡？你什么意思？大米从怀里掏出封神伞，打开塞子放到顾玉成鼻子下。顾玉成下意识低头去看，下一秒便闻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香味，仿佛是由上百种香料调和而成。只闻一下就感觉心绪难安，胸腔里似有一股闷气想要发泄，可此时顾玉成却发泄不出来，而是冒着冷汗，白着脸，越抖越厉害。封神伞，这是封神伞。他在陆家生活了40几年，又是陆振生的继子，当然也是听说过陆家以前一些见不得光的秘药。原来那个老狐狸根本没有毁掉封神伞。当年我把陆寿带回陆家认祖归宗的第2天，当时陆家被洗劫一空，陆家族亲上门来闹的时候，我就几次难以自控脾气，当时只以为是因为陆家被盗的事情生气。顾玉成浑身抖如筛糠，想到这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被何广兰骗得团团转，竟然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把自己弄成了陆家的公敌，落到这个境地，我是被人蒙骗的。好汉，你放过我，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救救我，我不想死。你害死长嫂也是被人蒙骗，囚禁你大哥也是被人蒙骗。顾玉成整个人僵住，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汉子。那些事他做的那么隐秘，尤其是当年对付霍如霜那件事，他更是小心谨慎，就连陆振生和陆丰堂这对父子都没发现。根据陆丰堂失踪的尸体，这下可以肯定，一定是陆家心腹把陆丰堂的尸体带走了。看来只能给他做一个交易。顾玉成看着面前这个从头到尾脸色都没变一下的汉子，咬了咬牙：“我跟你做个交易，你救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配跟我谈交易。”随后，大米直接拿出听话花瓣，对着顾玉成就吹了一口。他将录音机重新按下录制，果然，顾玉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他知道的一切全都竹筒倒豆子似的倒了出来。什么？柳家？从书中看到，父亲是顾玉成害死的，但没写具体的过程。真是没想到，这件事全是柳家策划的。计划都是徐家告诉我的，他教我，我只是照办而已。谋害霍如霜和陆丰堂都是他策划的，我害怕不敢动手。柳家说他有整个柳家做后盾，会保我，我才动手的。霍如霜的死当时其实是个偶然，本来我们计划要再等一段时间，可当时他突然收到一封信要离开 H 市，连陆丰堂都来不及告诉，柳家就让我将计就计，我们都不知道那封信的内容。大米沉默地听着，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记事虽然很早，但出生后没几个月，妈妈就意外身故了，对妈妈已经没什么印象。妈妈当时收的是什么信？爸爸应该是不知道的，不然他肯定早就告诉我。回头只能等爸爸来青山镇了再跟他商量。而此刻，看着顾玉成倒豆子般将他这些年和柳家同流合污的事情一件又一件的倒出来，大米心里的恨也越来越浓。顾玉成是不知道更多细节的，他就是个被柳家玩得团团转的傻子。到现在为止，顾玉成都不知道很多手段柳家是怎么做到，连个把柄证据都没留下。你简直就是个废物！柳家，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有份！他保存好录音，将录音机收进空间。等顾玉成清醒的时候，只觉得自己浑身骨头都要断了。看到面前站着的汉子，跪地哭着不断的求饶。大米只冷漠地看着他，等他磕得满头是血。不，求你不要！大米将他收进空间，随后大米便快步回到了家里。然而回到家的第一时间，就看到阿大跟他父亲在他的房间。父亲，陆丰堂真是一秒都忍不住，儿子一喊就哭了出来，哭着哭着便笑了起来。父亲，你好了。陆丰堂眼圈也瞬间红了，拍拍儿子的背，笑着说道：“吃了那么多药，效果很不错，我现在已经能自己行走了，放心吧。”大米将陆丰堂上下检查了一遍，见他确实面色和气息都比之前好了很多，才真的放下心来。这才不到10天时间，就已经从濒死恢复到能行动自如了。不过仔细看他气息，还是能觉察出疲弱来。随后，大米从空间取出一只坛子，郑重地递给陆丰堂。这坛子你以后每天喝一杯，对身体的恢复有好处。他懂儿子的意思，这坛里很有可能就有之前给他喝过的那种药。既然是儿子嘱咐的，我会每天都喝。大米点点头，父子俩聊了一些近况，他们会在青山镇待2天，明天晚上离开去港口坐船。当大米从父亲口中得知自家老父亲将那些暗中盯着陆家的人挨个坑了一遍，其中大半都已经倒台，他眼睛都亮了。剩下那些树大根深，其中本家主要都是在京市，我走得急，暂时奈何不了他们了。这是一份名单，我已经将 H 市的水彻底搅浑了，京市也会受到点波及，他们没个2-3年腾不出手来找你麻烦。大米接过名单，快速看了一下，折起来塞进口袋，然后偷渡进了空间。剧情里，主线跟着陆寿和柳如烟走，并不是寻宝和抓迪特，因此这段时间关于这2条线到底发生过什么，我并不清楚。此刻，他终于知道陆丰堂为什么非要亲自来一趟，这样他对 H 市的情况也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父亲，柳家呢？不是抓来了吗？提起柳家，陆丰堂的脸色瞬间就黑了几分。他不是个硬骨头，打了没2天就着了，吐出来不少事。从刘老爷子那辈就盯上咱们陆家了，他自己接近你爷爷不成，就让他儿子接近我，让孙女接近你。陆丰堂说到这里，表现得有些惭愧。
只是柳家医术好，又有个好老师。那年陆振生病重，是柳家和他老师一起替老爷子做手术，令其转危为安。在这之后，柳家就做了陆家的家庭医生。哎，当年你妈妈身体弱，生你的时候又落下了病根，我那时候一直在托柳家帮我找治疗你妈妈的房子，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才让柳家有机可乘。妈妈身体不好，此刻提起亡妻，不免心里难受。沉声道：“你妈妈的事情我会继续调查，有消息通知你。你这边暂时不要去查了。”见大米目露疑惑，他便解释道：“我家在20年前被灭族了，你妈妈是唯一的幸存者。”什么？那件事牵扯颇多，你暂时不要插手。大米点点头。既然爸爸不让我现在去查，但如果事情碰上了，我还是会去弄清楚。就在这时，陆丰堂手下突然跑了进来。老爷、少爷，不好了！外面有2个人一直在吵架，把叔叔招来了。阿大，你照顾好我父亲，我去看看怎么回事。随后，大米出来后，便看到何广兰跟陆寿2人被叔叔拦住。我就不靠近了，在这里看看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系统，你把他们那边的情况一会汇报给我。好的，主人。同志，我知道这个卷毛的来历，而且他也不是我妈。何广兰，现在外面的人都已经相信我是陆家大少爷，是陆丰堂的儿子。除了我，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你是个假货。蠢货，你很得意是吧？也不想想大米为什么那么痛快地放弃陆家继承人身份下乡，因为他知道陆家大少爷这个身份会有多危险。背地里那么多人要通过陆家大少爷找陆家那批宝藏，你以为陆家宝藏仅仅只是财富吗？你到时候会怎么死都不知道。陆寿听完脸一下子煞白，他之前想不明白的一些地方，这回全都想通了。他坑我，你上赶着给他当挡箭牌，他求之不得。现在不管你说什么，别人都不会相信了。可惜顾玉成和陆寿蠢而不自知，上赶着做这个局，让大米来了个金蝉脱壳。妈，你救救我！你跟他们说清楚，我不是。我怎么说？哼，你刚刚不是不想认我这个妈吗？我没有，你现在跟迪特有关，我只是想保全自己，不然后面你指望谁救你，还不是要靠我？可我确实不是你妈。你在胡说什么？你应该记得小时候一直有个叫琴琴的阿姨到我们家里来，她才是你亲妈，做的跟我是一样的工作，但她生你之前有未婚夫，怕男方知道，生下你就扔给我了。我怎么会有孩子？我自己这副鬼样子，怎么舍得生个儿子出来遭罪？陆寿听到这样的话，脑子瞬间炸开一样。难怪你一直不疼我，难怪你对我不好，随随便便就能牺牲我。你这个贱人，你不愿意生个儿子出来受罪，却让我遭受这一切。对，我就是恶毒，你敢坑我，把我骗到 H 市去，让我现在过得生不如死，那就要付出代价。我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是如何自作聪明，让自己走上绝路的。等着吧，锦河的主人马上就会来找上你的，陆家大少爷，你就等着生不如死吧。我证明那东西是陆寿的，我交代我就是迪特的下线。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柳知青，你帮我说话，我真的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陆寿哭着去找柳如烟，可柳如烟早在他喊自己的时候就闪到了一边。就在这时，于冬梅立刻就窜了出去。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胡乱抓人呢？他是迪特，我们要带走。你们搞错了，陆知青怎么可能是迪特？我能给他证明他不是。那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连他一起带走。等等，你们干什么？抓我干什么？而远处的柳如烟看到这一幕，扭头就走。这个陆寿果然有问题，难怪我现在看到他越来越觉得不舒服。之前在他身上放的关注多了点，倒是忘记去看看别人。然而角落里的大米跟系统看的是不亦乐乎。主人，男主这是彻底放弃女主了吗？主人，咱们是不是成功打散男女主的联合光环了？起码是有成效的，男主我都坑了，女主不也得整整齐齐？主人，我捡漏到柳如烟身上的一封信，要不要打开？打开，咱们去空间看一下。系统，打开信封读报一下。柳如烟，你就是跟着你二叔胡闹，大米都已经被逐出陆家了，还能有什么用？你非要跟着他去下乡，现在把自己困在那么个犄角旮旯里，你满意了？既然做了，就坚持到底。不管是大米还是陆寿，尽快打听出陆家宝藏的线索。之前陆寿拿出来的那枚玉佩已经证实是假的了，你要另想办法，另随信付钱100。未来3个月家里暂时只能给你这么多了，省着点花。堂堂柳家大小姐，竟然只得到100块钱。既然我们也知道这件事的什么情况，那回去就给父亲说一下。随后，大米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给父亲讲述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既然我在这里，离开前顺便也帮大少爷清理清理跟过来的一些尾巴。你去办好。陆寿那块假玉佩暴露后，他们又派了人过来，这批人不用动，让他们继续找陆寿去。随后，阿大便直接走出去处理事情。父亲，我有个大大的惊喜给你，不过去之前要乔装打扮一番。你小子随我年轻时的性子，这么多年我也没打扮过，你来给我乔装一番吧。你小子随我年轻时的性子，这么多年我也没打扮过，你来给我乔装一番吧。随后，大米把父亲还有自己乔装打扮了一番，来到之前藏顾玉成的山洞。当看到那个熟悉的中年男子的脸时，他瞳孔一缩。你又想干什么？顾玉成真的怕死了。他这几天虽然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可那种从心里到脑子的疲惫感，让他几乎疯掉。
放过我，一切都是柳家指使我干的。柳家，哼，你说的是他们？顾玉成正对着柳家的脸，当看清楚他的样子时，整个人吓得猛地一抖。柳家，这怎么可能？他本来还是抱着希望的，毕竟柳家还在外面，他们一起干了那么多坏事，说什么柳家也会想办法把他捞出去的。可现在看来，柳家遍体鳞伤的倒在这里，样子比他还像一只死狗。可让他更加崩溃的还在后面，他挣扎着想求情。大米呢？我要见大米，我是他二叔啊。这10年我起码对他还是不错的，我没有亏待过他，而且上一辈的恩怨不应该牵扯到下一辈人。你们既然是大米的心腹，去叫他过来，我要跟他当面说。谁说我是大少爷的心腹？陆丰堂操着一口苍老的嗓音，冷漠地看着顾玉成，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青铜的鱼符来。顾玉成在看到这块鱼符的刹那，脸上血色退得一干二净。家主鱼符。顾玉成他怎么都没想到，在这里竟然会看到家主鱼符，这代表着眼前这个人是家主的心腹，而不是继承人的心腹。而且家主心腹处理叛徒根本不问缘由。难怪10年来我在哪里都找不到这枚鱼符，原来他一早就把鱼符交给心腹了，这是早就防着我呢。说什么拿我当弟弟，老头子说把我当儿子，却不给我改姓。陆家亲近点的人，谁不知道我就是个继子，跟陆家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大米听到这里皱了下眉，陆家在10几年前就已经洗白上岸，这枚家主鱼符也只是象征意义更大，只有一些心腹才会认他，而鱼符实际上从他爷爷去世后就被他爸爸收起来，放进了地下密室的宝藏里。你当陆家继子是你母亲求来的，当年老爷子答应送你们母子出国，是他不愿意，一心想嫁进陆家，也是他主动提出只需要给你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为了纪念你生父，不给你改姓。当年救陆丰堂的是你母亲，陆家从来不欠你顾玉成。当年顾玉成的母亲救了在战火中差点死掉的陆丰堂，那个女人什么都不要，只希望嫁进陆家，给顾玉成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陆振生一辈子讲义气，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给他其他补偿都不要，就娶了她当姨太太，给他儿子一个继子的身份。我之前给你的药会让你时时刻刻感受到痛苦，但在风神散的作用下，你在腐烂之前一直都不会死，手脚给你留着，自有人收拾你。你救救我！不等顾玉成说完，大米便掏出封神伞，灌输给顾玉成。大米，刚好我也让阿大把柳家带来了，就把他放在这给顾玉成做个伴吧。大米点点头，随后阿大便带着柳家来到了顾玉成所在的山洞。柳家从昏迷中痛醒过来，一歪头，正好看到同样痛苦不堪的顾玉成，顿时什么都明白了。他死死地咬着牙，不愿意认输。可前面几天被阿大整，他早就服软了。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放过我。随后，大米对两人吹了一口睡觉符，俩人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父亲，咱们走吧，就让柳家和顾玉成自生自灭就好。行，儿子，听你的，那咱们走，我刚好也要去坐船了。随后，三人走到半路，刚好路过叔叔的门口，遇见有人闹事。主人是张显富老婆杨桂荣，还有他那位娘家哥哥。杨桂荣是跪着的，手上还举着一张写了毛笔大字的旧报纸。我儿子是冤枉的，他不可能是迪特，他不可能是迪特，我不是迪特的娘，我要申冤。这时，阿大已经飞快地打听了一遍周围的情况回来，对大米和陆丰堂小声说道：“她就是张显富老婆。那天张显富在医院被当场抓走，儿子张维民逃了出去。现在张显富已经被查出是个巨贪，只是他贪的钱财下落不明。昨天何广兰落网后，供认张维民是他的上线。你们来看看，这个鬼东西长得哪里像我？我从前就怀疑他和我不像。有认识张显富的也知道，他长得也不像张显富。这鬼东西肯定不是我杨桂荣和张显富的儿子，我要举报他，一定有人把他跟我儿子调换了。我要找我的亲生儿子。”围观群众听到杨桂荣的话，也纷纷议论起来。没错，杨屠户家我们是知道的，杨家上下没有不恨迪特的，那是血液里都流淌着对迪特的恨意，怎么可能生出一个迪特来？这张维明长得确实不像杨桂荣夫妻俩，我们其实背地里早就悄悄传过，只是杨桂荣夫妻俩把这张维明看得跟眼珠子似的宝贝，不敢说啊。是我瞎了眼，把个祸害养了20几年，我的儿子，我亲生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啊？杨桂荣的哥哥见状，拎起张维民往大楼里面走去。废什么话，直接交给叔叔去审，总能问出来。主人是何广兰，他要提前报毕了。什么？提前报毕？大米想到自己之前给何广兰的好似的，会让他6天后报毕，而现在才第5天。就在这时，里面的人正好抬着一个女人出来，正是何广兰。刚到门口，他嘴里的血就跟喷射枪一般不要命的喷溅出来。抬他的同志见着，赶紧放下他，坐到地上。直到1分钟后，他奄奄一息的倒在地上，脸上还带着一丝迷茫。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会突然吐血？我已经承认了错误，以后我会接受劳改，我可以踩缝纫机，我不会死。阿大听到这里，捏着嗓子喊了一句：“你是迪特，要吃花生米的，死定了！”何广兰猛地看向阿大，眼睛瞪得老大。不，你胡说，不可能！那个人明明跟我说，这是最多踩缝纫机，最不致死的。
哼，无知！剧情里将迪特引来的罪魁祸首，让他不得翻身的恶毒女人，终于是死了。大米，你放心，爸爸一定会尽快在港岛站稳脚跟，成为你的底气。大少爷，你要等着我们。而气绝身亡的何广兰，似乎身体里最后那一口气吐了出来，头朝着大楼里面歪了过去，那血红的眼睛正好对上被2名叔叔压着出来的陆寿。他死了。陆寿直接呆住，脑海里猛然想起之前何广兰对他说的那番话。现在外面的人都已经相信你是陆家大少爷，是陆丰堂的儿子。除了我，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你是个假货。背地里那么多人要通过陆家大少爷找陆家那批宝藏，你以为陆家宝藏仅仅只是财富吗？你到时候会怎么死都不知道。陆寿猛地一哆嗦，急忙去看周围的叔叔同志。他怎么会死？不，他不能。再一看周围群众义愤填膺的态度，他牙一咬，从牙齿缝里挤出几个字：死得好，迪特就该死。围观群众听到陆寿的话，有昨天见过陆寿和何广安撕扯的，顿时嘲讽起来。你不也是迪特？怎么现在要跟人划清界限了？你洗得干净吗？没错，昨天已经人赃并获了，还想抵赖？我不是迪特，我已经跟叔叔同志交代清楚，那只锦盒不是我的。他知道不管在什么时候，对迪特都是零容忍，这个罪名就算死他也不敢认。别废话了，直接送医院。随后，大米他们3人也直接走了。就在送走他父亲回来的时候，却看到陆寿的亲生父母为了宝藏来找他。真快，这么快就治疗好了。陆寿骗人的把戏真是没谁了。你们想干什么？陆寿当然是带你来和亲生父亲团聚。你说什么？你叫什么名字？陆寿，你是谁？赵合欢牙齿咬得咯咯响，他还是不相信眼前这个男人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根本没有在有钱人家当少爷，而是到乡下把自己搞得这样人不人鬼不鬼。他当有钱人的梦不可能实现了。你个没用的东西，老子没有你这种儿子，当年应该直接把你弄死。什么儿子？陆寿呆了呆，脑子里突然想起当日在叔叔门口何广兰附在他耳边说的那番话。你根本不是顾玉成的儿子，也不是我何广兰的，而是常去何广兰家那位苏阿姨的儿子。他是你爹，你亲爹，就是他这个老畜生生了你这个小畜生。这个人叫赵合欢，是个迪特。不，这不可能！陆寿疯了。之前知道何广兰是迪特的时候，他还能对自己说那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跟他没关系。可现在竟然冒出来一个迪特亲生父亲。不，我是天选之人，有大作为的。我的亲生父亲怎么可能是个迪特？你们说是就是了，有什么证据证明？赵合欢一听陆寿竟然不认自己，顿时怒了。只有老子不认你的份，你胆敢不认我？你右胳膊上有一个月牙形的红色胎记，老子也有，这是我们老赵家家传的，每一代孩子都有。陆寿的心彻底崩碎，呆愣了片刻，忽地笑起来。胡说八道！我手上的胎记是陆家的标志，我是陆家的儿子。现在 H 市都知道我陆寿是陆家人，我不是这个人的儿子。陆家。当初六爷看到我胳膊上的月牙胎记，说他们陆家也有遗传的胎记，但不是每一代都有。他瞧我可怜，说我也算和陆家有缘，就把我收进了陆家，还给我取名叫合欢，生亦合欢，死亦合聚。他说我该做个顶天立地的好儿郎。我背叛了陆家，背叛了我那些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背叛了待我如再生父母的六爷。结果我的亲生儿子假扮有钱人家的大少爷，去的竟然就是陆家。老天爷，你不开眼啊！报应都是报应。不，我不是。他知道自己是假的，并不是陆家的儿子，可他也绝不想认一个这样的人当父亲。都不是好人，都不是好人！各位，父债子偿，你们去找陆寿，他是我儿子，他是我儿子，他替我受过。不是这样的。陆寿本来这20年就过得跟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这回更是面目可憎，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鬼。大米，你救我，快救我！这个人疯了，他们都疯了。哈哈哈，狗改不了吃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不一直都是如此吗？大米，你早就知道我不是陆家的儿子是不是？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我明白了，你当初根本就没有听信顾玉成的话，你知道我是假的，将计就计把我推出去当挡箭牌，让所有人都针对我。何广兰说的没错，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我是陆家大少爷，找陆家宝藏也是冲着我而来。我就算说自己不是陆家大少爷，也没人信了。而你躲在背后事不关己，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大米，你好恶毒！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没人逼过你。你如果不是想害我，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大米，你救救我，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求你救救我！此时，陆寿哭着向大米求救，眼神里都是祈求。我在剧情里也求过陆寿，哪怕别的剧情都在淡忘，但剧情中自己经历过的那种绝望，还刻在记忆里。剧情里我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被陆寿害死，看到阿大为了救我被他们折磨得不成人样，看到我身边的人一个个无辜死去，我也像这样求过陆寿，当时他却回复来一句：世界上多你一个人不多，少你一个人不少。大米，你就乖乖去死吧，影响不了什么。大米不是陆寿，他说不出这么恶毒的话。周冬梅这个炮仗早听不下去了，劈头盖脸就开始骂陆寿：你一个大迪特生的小迪特，抢了别人的身份，竟然还恬不知耻的让人家救你，你哪来的那么大的脸？你们父子俩这
真不愧是一家人啊！到现在为止，有道过歉吗？有过一点愧疚吗？从头到尾都没有，死不悔改，自私自利。你们这样的人活着都是污染空气。周大娘疯狂输出，到后来根本不给陆寿说话的机会，一人一句都能把陆寿骂得头都抬不起来。好孩子，咱们走。大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只是抢了他的大少爷身份而已啊！为什么他看我的眼神却像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们都被他骗了，他根本不是草包，他是伪装的。这些年他一直都在伪装。可惜陆寿知道的太晚了。陆寿看到赵合欢，怒从心头起，朝他扑了过去。你个老畜生，你为什么不保护好我？为什么要把我交给何广兰抚养？你知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你知不知道？是萧芒害的，是他害我的，王八蛋！因果报应在这一刻展现的淋漓尽致。大米，你别走，别走！大米，你别走，别走！然而，大米回到房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空间取出虎符观察了起来。主人，这个虎符的图案是？这是虎符图腾，而虎符的四周则是画着图腾。这只图腾像虎又不像，背上画着一双翅膀，可却有8只脚。大米不知道这是什么图形。可这么奇怪的图腾，和实验室笼子上发现的这个图腾竟然一模一样，每一笔每一画都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爷爷他……大米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测，可事实摆在眼前，他不得不信。所有证据的表明，虎符是他爷爷陆振生根据笼子上刻画的图案做的。爷爷当年在实验室里就已经发现了这些符号，这是六叔公刻的。爷爷那时候就知道了，六叔公曾经被关在这座实验室里。大米不敢想象，当时爷爷知道这些的时候承受着怎样巨大的悲痛。他仿佛看到那个永远脊背笔直却有一身匪气的帮派老大，在亲眼看到自己的弟弟生前刻下这些符号时，会有多难受。当时爷爷带青铜门回家的时候，我正好1岁。他花4年时间打造了陆公馆和朝阳公馆地下的密室，就是从爷爷带青铜门回去那一年开始，才流传出陆家有宝藏的消息。对，陆家有宝藏的消息正是从那时候传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消息很有可能是爷爷故意让人传出去的。大米越想越心惊，为什么他爷爷要让人传陆家宝藏的事情？所以当时爷爷传出的这个宝藏肯定还藏着一个秘密，让迪特和背后那些势力不顾一切寻找的秘密。这就解释得通了，为什么这些年一直都有一张巨大的网笼罩着陆家。如果我没有觉醒，那么陆家会在那些人找宝藏的过程中倾覆。可是就算是剧情中，最后陆家密室里的宝藏被陆寿无意中发现，却没有提起宝藏背后的秘密。或许剧情中的陆寿并不算真正找到陆家宝藏。大明拧眉，只觉得牵扯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那么陆家宝藏里藏着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爷爷要故意放出宝藏的消息，引那么多人来争夺？他了解自家爷爷，他们家振生抢人东西也得整个正大光明的理由的人，绝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让大米更加耿耿于怀的是，就算如今他觉醒了，知道了剧情内容，依旧感觉到头顶上笼罩着一张巨大的网，将整个陆家，将和他们相关的人都融在了一起。大米深吸一口气，眼中出现了一抹决绝。都走到这一步了，人定胜天。既然爷爷留了这么多线索给我，我一步步找下去就是，总能找到结果。就在这时，周大娘和刘大妹突然跑了进来，告诉了他一个震惊的消息。小伙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赵合欢死了。大米对这个结果倒是并不意外，就昨天赵桂花那个疯劲儿，能让赵合欢活着才怪。陆寿还留着一口气，还给王建国了。那老小子昨晚肯定跟媳妇打架了，今早眼睛都是乌青的。陆寿和赵桂花都杀了人，支书联系叔叔了，待会叔叔应该会来把他们带走。咱们小山坳环境闭塞，分福利也分不到咱们头上。铁牛又是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横起来什么都敢做。迪特死在咱们大队，对他来说也就是写几篇报告的事情，总不能把他的大队长撤了。为什么不怕撤职这个大队长？巡山队不是所有人都能领导的，铁牛是通过了上面严格考察才当上这个大队长的。没错，不然之前李胜利那家伙要河村，咱们小山坳大队长和支书都不同意，不说公社犹豫，就是镇上也不敢真的硬来，真惹毛了咱们。铁牛撂挑子不管巡山队，那上面也是要头疼的。大米了然的点点头，他是知道铁牛同志很厉害，被镇里看中一点都不稀奇。副大队长现状应该是在写迪特死亡报告。周大娘、刘嫂子，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我待会还要去我老师那边一趟，就不留你们了。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我待会还要去我老师那边一趟，就不留你们了。周冬梅和刘大妹听到这样的话，也没有多留，便直接转身走了。随后，大米便去了谭教授家中。这可是老爷子亲自指派的老师伴随我来下乡的，真是苦了他们了。谭爵一看自家学生这眼神，就知道他在想什么，自嘲的笑了笑。时势造英雄，时代不同，活法也不同。以前是我迂腐了，你如今这样就很好。当然也不能过于跳脱，往后你还要和同龄人相处的。大米一点都不反驳，虚心的听着教授的教导，一边将带来的东西搬出来放到桌上。这是大队里分的肉，一共30斤，挑的主要是猪肉和羊肉，其他的就要了1斤。这么多，他们昨天还在想能分到1斤肉就已经非常多了，没成想竟然有30斤。小山坳人口少，
这次狩猎队收获不错，分的肉也就多了。小山坳人口确实不多，我下饭后也听人说起过小山坳，只是就连大山坳的人也对小山坳里边的情况不太清楚。小山坳的前辈们都牺牲了。随后，大米把这些壮烈的英雄事迹给老师讲了一遍，谭觉听得肃然起敬，眼圈都有些发红。他们都是英雄，小山坳是英雄的家人。大米点点头。眼下终于有时间将自己到小山坳的事情挑重点讲了一番。你有这个境遇，是托了先人的福，要珍惜，但也不必妄自菲薄。你本身值得，别人才会对你付出真心，你也当真心对待。谨遵老师教诲。他跟教授说这些，就是想让他放心，在这里好好养着，不必像剧情里那样，为了他到处求救想办法，最后油尽灯枯而死。教授，这一次换我来护您和师母。对了，老师，前几日大山坳来了3位新知青，其中有位叫乐青青的，这2日在往牛棚。乐青青，他哪里不对？今早趁着去扫雪的功夫，我听牛棚里那位同事跟我讲，乐青青在接触陆兽，另外还在和吴老师套近乎。乐青青会和陆兽接近并不意外，剧情中乐青青可是陆兽的一个好朋友，命运让他们纠缠在一起并不奇怪。更何况乐青青的爸爸乐大头和迪特有关，乐青青目前主动接近陆兽，8成也是知道些什么的。但是这时我也提醒了吴老师，让他自己当心点。大米想了想，还是决定把乐青青家里有问题的事跟教授说了。什么？迪特？目前只是怀疑和迪特有关，还没直接证据。但我赌乐家有问题。目前只是怀疑和迪特有关，还没直接证据。但我赌乐家有问题。这件事宁可错杀100，不可放过一个。他对迪特的态度绝对是零容忍，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也绝不姑息。大米看着教授谈敌色变的样子，难以想象剧情中他听到大米被打成迪特，却全力为他奔走洗冤时的心情。教授得多信任他，才那样护着。教授，您放心，我一定配合有关部门将迪特全部抓起来。老师信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愿为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接下来，谭觉就带着大米分析了一下乐家的情况，以及乐青青这个人目前的行为。大米听得极认真，他毕竟年纪小，在阅历方面跟谭觉这样的大教授不能比。这番谈话让他学到了很多，有些方面一下豁然开朗。好，我知道了。回头我和铁牛同志商量一下，等计划定了告诉您。说好了，您只是参谋，明面上要和这事完全切割开来，不能将您自己和师母陷入危险当中。行，几个原则我都记着。令谭觉没想到的是，还会有被学生管的一天。主人，张奶奶回来了。听到系统的报告，大米起身就准备走。大米，把这2件棉背心带去，晚上睡觉的时候穿上，起夜不容易受凉。谢谢师母。收起来吧，养好身体，以后多给他做几身衣服。你们也就别出来了，外面也怪冷。随后，大米回到自己的房间，系统就随之报来消息。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根据查到的信息，祝湘君和乐青青刚出发下乡，大杂院就起火了。这天下哪里有那么巧的事情？主人，你说是不是？这世上当然没有那么巧的事情，对方是真狠，人才刚出发，所有关的线索就全部被他们摧毁了。那么，现在和齐叔有关的线索是不是全断了？又要从头再来过？没有断，起码祝湘君和乐青青还在。对哦，他们就是最大的线索链啊！那咱们之后从他们俩身上挖线索就行了。顺藤摸瓜，肯定能找到的。而且我已经让人拿着存折和他写的告密信摸过去了。祝家老爷子收到举报信，知道小儿子的所作所为，就不信祝家一点动静都没有。先让他们家里乱起来，才会露马脚。京市就等着接受疾风暴雨吧。小飞舞，正好这2天空闲，你把库房里的书都整理一下，把闲书和不适合小孩子看的书都整理出来，锁进仓库里，以后都不许再看了。小废物一听到主人的话，瞬间垮掉。主人，我已经15岁了。我记得你说过，对你们系统来说，15岁还是幼崽期，连幼儿园都还不够格上的年纪。小废物，谨遵主人教诲，以后小废物绝对不看那些了。对了，小废物，你说剧情中大山坳包括知青点，后来几乎被屠光，陆兽和柳如烟表现出来的能力目前看不是够的。那如果是因为祝湘君呢？是祝湘君无意中暴露了自己什么秘密，他起杀心动的手呢？小系统 CPU 正在疯狂旋转，几秒后，他颤抖地说道：“根据分析，这种可能性高达80%。真正屠村的人，不会就是祝湘君吧？陆兽和柳如烟只是他的挡箭牌。”大米觉得很有可能，因为陆兽和柳如烟有男女主光环，他们做什么事情都会容易很多。祝湘君很有可能就是躲在他们2个背后，真正动手的人。主人，如果是真的，那该怎么办？别怕，祝湘君不是女主，她没有保护。陆兽都被我整到这个地步了，还怕一个没有光环的祝湘君？走，跟我去见陆石他们了。祝湘君是骡子是马，马上就知道。祝湘君是骡子是马，马上就知道。随后，大米便来到火车站和陆家之前的心腹会合。您来了。京市那边如何？陆石嘴巴灵巧，回话的事情都是他来。
我们到京师的时候，先到那边的兄弟已经把朱家和乐家都调查过一遍了，大杂院烧毁了，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在暗中寻找。大少爷，我们感觉到有另外一拨人也在找。大米点点头，知道他说的应该就是傅少爷的人。他们有没有发现你们？你们如何做的？大少爷，你已经提醒过我们，会有人也在暗中查询，我们都没有打扰彼此，大家没打过照面。嘿，我们这边就拔水搅乱，跟京师几个对咱们陆家宝藏同样也感兴趣的世家透出消息，说朱家一直都知道宝藏的秘密。结果我们这边消息才刚放出去，就发现那批人也放出了同样的消息。现在京师已经乱套了，他们都不知道到底有几拨人在找宝藏了。您别说，另外那批人也挺会搞事的，那浑水真是搅得稀里哗啦的。根据我这段时间来对傅大队长的了解，那像是他干得出来的事，他教出来的人估计也差不多。至于陆家人干这些事，陆家人那绝对是好手。现在京师乱得跟马蜂窝差不多了，所有人都在暗中盯着朱家，然后这个关键时候，咱们把柳家举报朱家三房的信给登报了，登成功了。是啊，大少爷您说的，能登报就最好登报。不过说来也是巧了，正好碰到两家报社抢生意，想搞头条，我和陆九一打听，就暗中给两家递消息搞竞争，他们都抢疯了，然后咱们两家都给了，同一天同一时间登出来。京师两家最大的两家报纸，那天的头条都是 H 市柳家二房柳家控诉京师朱家助纣为虐，质问朱家老爷子知不知情。那报纸足足加印了3版，真的太热闹了。咱们来的时候，朱家老爷子急匆匆回了京师，三房所有人都被押去了他们朱家老宅，那是军区大院，怕打草惊蛇，兄弟们就没去打听了。不过隔天，朱家老爷子表态了，说会给出一个交代，态度非常决绝。陆石一边说，一边往外掏当时的2套报纸，以及朱家老爷子特意登报的声明。各种小报上刊载的关于祝家的消息，被陆氏他们这一闹，关于祝家各种乱七八糟的消息就全挖出来了。30年前，祝家老爷子最宝贝的女儿在战乱中走丢了，祝家丢了女儿，丢的时候正好是5岁，现在大概35岁左右，至今下落不明。据说是祝家老爷子的心肝宝贝，到现在还没放弃寻找。陆氏搜索信息非常仔细，所以在小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特意又去打听了一下。我们也派人出去找，多个筹码在手上，将来多一个保障。祝家现在看来，起码三房跟迪特脱不了干系，那就跟幕后害陆家的那个人有关。是。陆石和陆九郑重的点头，交给他们的事情必须办好。我们来时，乐家反水了。举报信登报之后，朱老爷子拿3儿子的时候，也让人去拿乐大头，结果乐大头当场反水，说自己和整件事都没关系，和朱家撕破脸了。根据我们现在打探到的消息，他手里很有可能有朱家三房的把柄，所以朱家老爷子暂时没有把他怎么样。大米若有所思，乐大头看着是从属于祝家，但看他这个态度，明显并不把祝家放在眼里。这次打草惊蛇，把京师搅得够乱了，那里是他们的地盘，暂时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会想办法把人引到东南来处理。大米说着，把自己刚刚想好的计划仔细跟陆九和陆石说了，两人听得非常仔细。同样的，他们也没有留下文字，就存在脑子里。大米说着，把自己刚刚想好的计划仔细跟陆九和陆石说了，两人听得非常仔细。同样的，他们也没有留下文字，就存在脑子里。这些要你们随时带在身上，其他的分给弟兄们，每个人身上都备着。祝将军身体有抗药性，以后遇到他们的人都要小心。是，大少爷。陆九、陆石两人非常慎重地把药收了起来。说完举报信的事情，接下去就是麻袋里这30万的事情。我们根据大少爷您的吩咐，花了一大笔钱找了个银行内部人员，让他给我们先把钱准备好。第2天银行一开门就立刻去取，取完就跑。我们前脚刚走，祝家三房的人就找过来了，30万，那可是巨款，当时整个银行都轰动了。跟大少爷您预料的一样，这钱就是朱家三房偷偷存的。朱将军那父亲朱怀年根本不敢自己来，只派了个人偷偷过来查探消息。咱们手续证件齐全，钱被取走了，他们根本没地方说理去，又要瞒着不被人发现有这么多钱，根本不敢声张。现在一下爆出来他们三房那么有钱，他们立的人设一下全塌了，可精彩了。好，做得很好。说着，大米取出1叠钱和票递给他们。东南这里已经在猫冬了，再去给自己和兄弟们囤点粮食，准备过年了。谢谢大少爷。了解完京师的事情，再吩咐好接下去引蛇出洞的计划，大米很快就拎起麻袋离开据点。然而另一边，祝湘军的表情跟苏小河如出一辙，也是一脸懵逼，而围着他和乐青青的人全是一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扑上来咬这2个知青一口。我不管，这位乐知青把我老伴踢到内出血，今天你们必须把这个医药费赔了，20块钱，1分都不能少。还有我儿子，就因为跟他一个病房，他就打得我儿子另一条腿都断了，100块钱，不给钱我就报叔叔把你们都抓起来。祝湘军张了张嘴，想说不是，可根本说不出口。祝湘军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
对，我是青青唯一的好朋友，他的事情我愿意负责，多少医药费我赔给你们。他心里想着，幸好自己并不缺钱，回去先把存折里的那6000块钱取一点出来就行。等过阵子，让老登再寄点钱过来。你愿意认就行，祝知青，我们也不为难你。这单子上需要多少，以及医生预估的后续治疗费用需要多少，你给足数就成。没错，你们知青到咱们东南来下乡也是做贡献来的，我们不为难你们，把该赔的钱赔了就成。祝知青，你愿意给自己的小姐妹负责，人也是很不错的，祝你以后在这里一切顺利。天哪，就这么一会功夫，将近300块钱就给出去了，那都是我的那些家庭1年的工资了。真的有人会无条件的对另外一个人那么好？真的有人会无条件的对另外一个人那么好？给大家添麻烦了。这时候，大米听到隔了几个病房有病人家属在病房门口看热闹，聊起来了。那个祝知青还真是傻，跟乐知青同病房的那几个全是医院最难搞的，本身也不是什么好鸟。另一条腿被乐知青踹断的那个，就是自己去招惹人家乐知青才被打的。被打吐血那个其实也是活该，那个婆娘嘴巴不饶人还馋嘴，偷吃人家乐知青东西被打了。这几日那些被打的人家里来了好几拨人了，全都跟乐知青打过，只是没答应而已。但乐知青也受伤了，这不出院时间又要往后延了。大米默默听完，在心里悄悄给副大队长竖起了大拇指。之前他说他会安排好，不会让乐知青那么容易回大山坳，果然安排的够绝。青青，你听话，乖乖待在医院治病，不要再打架好吗？我再去给你买点东西，待会过来看你。乐青青看到祝湘君的眼泪，傻呆呆的愣了2秒，然后立刻乖乖点头。原来姐妹情也是演出来的啊！真好奇苏知青他们看到祝湘君给乐青青买的东西全都自己吃了，会是什么精彩的表情？杀人越货的搭档而已。王队长，我这边就先回去了，家里还有点事需要处理。好的，小陆知青，那你就先回去，这里有我呢，这里有我呢。随后，大米便转身直接回到村里，刚到村口，罗铁柱便跑了过来。陆知青，好像是你家的猪在叫。确实是那头野猪在叫，这叫声比杀猪声还大。好，我回去看看。大米怕家里出什么事了，赶紧往家赶。10几分钟后，众人就看到他赶着一头哼哧哼哧往这里跑得贼快的大黑野猪过来。那头野猪当时猎回来的时候，很多大山坳的村民都见过，不瘦，得有300多斤。陆知青养动物真厉害。不是，那是野猪啊！野猪冲咱们过来了。妈呀！就在众人恐慌时，那头野猪到了停货的地方，突然就停下了，然后就见大米咣咣咣往他背上放了好几只麻袋绑好，拍拍他尾巴，他驮着东西就往回走，走的那叫一个头也不回，根本甩都没甩这边慌成一团小鸡的人类。连野猪都这么听话，陆知青真牛逼。至此，大米3战成名，往后到哪最先说的都是陆知青非常会养猪。大米厉害吧？厉害厉害，大米拳头厉害，什么东西被他几拳头下去都很听话。傻，你就是这么被陆知青打出来的吗？张知青和陆知青，你们很熟悉吗？祝湘君今天也特意出来帮忙，他不能再被孤立。现在有集体活动，他都表示要参加。只是这回他一张口，张美玲的雷达瞬间拉满，但面上不动声色，依旧昂着下巴。现在有集体活动，他都表示要参加。只是这回他一张口，张美玲的雷达瞬间拉满，但面上不动声色，依旧昂着下巴。怎么，我不配合大米熟吗？这个张知青说话真的很气人，一句话就把天聊死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最好不是，不然我以为你瞧不起我。这个张知青到底会不会聊天？我真的没见过这么不会说话的。算了，本来也没指望从这个胸大无脑的大小姐身上套情报。不过大米看着不像个蠢货，小山坳这群人，尤其是这个大队长更是精明的很。他们既然都这么支持大米的技术，那就说明真的有利可图。祝湘君暗暗上了心，决定一定要打探清楚，也许这就是他在大山坳打开局面的杀手锏。祝知青，你盯着人家小山坳的材料琢磨什么呢？正在前方搬货的小山坳大爷大娘们，傅少爷、大米也齐刷刷朝他看了过来。时间仿佛刹那间静止，祝湘君猛地清醒过来，忙调整好情绪。没琢磨什么，就是这些塑料保膜，我在京市也见过，还是一种实心的材料，没想到在这里也有了。果然是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瞧不起咱穷乡僻壤的。这就是之前那位蹭铁牛拖拉机不想给车费的那位，叫许拉蒂，嘴巴很碎，但人很激烈，就爱在人前表现。他的话一出，祝湘君顿时下不了台了，也把刚刚突然间的剑拔弩张气氛给缓和了下来。只有祝湘君一个人在这里非常难受。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我看你话里话外就是看不起咱这穷窝窝，以为咱弄不到这好东西。咱们穷是因为地理位置限制，可大米为了咱们能富起来，是绞尽了脑汁，很愿意为人民百姓做事的。我刚刚就听春花婶子说了，这材料就是去外省采购来的，花了老鼻子力气了。咱们生产是落后，但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什么干不成？祝知青，你早上不还说自己生病了，没办法去医院接你的好姐妹乐知青？
我们王大队长没办法，只能自己劳心劳力的去接。你都不心疼他最近忙成什么样了，还要给你擦屁股？你现在逞什么能？在这里表现个什么劲儿？还不快去炕上躺着，免得待会病情严重了，花钱治病还要我们大队长给你垫钱。祝湘君狠狠吸了口气，袖子里拳头捏得咯嘣响。忍住，忍住，不能动手，不能跟当地老百姓动手。我现在还没发展起来，要忍着。婶子，你说的对，我身体确实不舒服，不强撑了，这就回去休息。谁看不出来这祝知青装病呢？真当他们瞎吗？可他竟然借坡下驴，装都不装了。苏红，弄他！这小妮子往后还得给你家建国惹事呢。你家老王替人垫出去多少医药费了？最后这句真戳心窝子了。他知道这许拉蒂年轻的时候瞧上过王建国，只是王建国没瞧上他，找了外村的自己。弄他！你放心，我帮你盯紧他。弄他！你放心，我帮你盯紧他。他早就看这个祝知青不顺眼了。那乐知青在医院住了1个月的院，他说好负责的，竟然转头就不管了，又要让王建国去擦屁股，真是怎么看怎么可恶。随后祝湘君只能带着不甘心灰溜溜的回知青点了。正要回去时，王建国赶着牛车回来了。牛车后面稻草堆里躺着有气无力的乐知青。他怎么越治越严重了？之前去医院的时候他也就手断了，怎么现在仿佛浑身精气神都被妖精吸了一样呢？不清楚，听说在医院里到处招人扎诈，可能是被病人家属联合起来给打了。建国，医院有没有让你垫医药费？这突然的一句给王建国吓得够呛，他立刻去看自家媳妇苏红，说道：没有，乐知青在医院的费用刚刚好，我1分都没有垫付，就是试了趟牛车，乐知青没有车钱付，他自己垫了1毛钱。苏红淡淡的剐了他一眼，没说话。王建国狠狠松了口气，去之前媳妇就交代过了，他要是再垫钱，就出去到大队部过。青青，你回来了。湘君，我……乐青青看到祝湘君，眼里难得闪过一抹惊喜，也迎了上去。正好大米也看到了这一幕。青青，你回来了。湘君，我……乐青青看到祝湘君，眼里难得闪过一抹惊喜，也迎了上去。正好大米也看到了这一幕。主人，乐青青看到祝湘君怎么还跟之前一样？不急，先看看。大米倒是不着急，干脆就站在这里和村民们一起看热闹。大家都在讨论乐青青此刻憔悴的模样。青青，发生什么事了？我前几天去看你，你不是这样的。他说着就抬起手要拉乐青青。乐青青一看到他抬手，脑子里立刻就想到之前被打的经历，吓得直往后缩。青青竟然不听我的话。他也不急，拉住乐青青，对着他眼泪噼里啪啦就掉了下来。青青，你怎么了？你这2天在医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乐青青呆呆地看着祝湘君脸上滑落下来的眼泪，脑子有些混乱，但那些挨打的记忆太深刻了。在祝湘君的眼泪再次滚落的时候，他突然抬起手，一巴掌挥了过去。他呆呆地看着乐青青，手还维持着拉他袖子的动作，连捂脸都忘记了，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这次不是装的，是被打痛流的。青青，你打我，你疯了！他不能接受，这是他的工具，从来他都是主导，乐青青不过是他的工具而已。现在工具竟然敢打主人！青青，你到底想干什么？青青，你到底想干什么？他都没动手，已经够朋友了。乐青青本来还是呆呆的，见祝湘君没掉眼泪了，就放松下来。可面前的人突然严厉教训起他，乐青青一下就回忆起这几天那个骂他打他的女人，不还手就要挨骂。乐青青，你疯了？这什么情况？现在回知青点就和好姐妹闹成这样，他之前这是憋着劲呢，这可怎么办？主人太厉害了，所有连环招全部都中，乐青青和祝湘君就真的完全按照主人你计划的来的啊！乐青青的反应和祝湘君的崩溃全在主人的设计当中，这下祝湘君人设彻底崩塌了。对乐青青调教了这么多天，没白费，效果还意外的好。这样祝湘君身手好的事情就直接挑明了，后面就算被知青或者村民们无意中发现，也不至于直接引来杀身之祸。做这些就是想把祝湘君的皮给先撕下来一层，免得他因为要隐藏自己的身手而伤害撞破秘密的无辜人。现在所有人都看到他身手好，甚至还包括其他公社的人。乐青青这几天被大米折磨的根本没太多体力，不过几分钟就没力气了，很快就只有瘫在地上。祝湘君的理智也渐渐回来了，他营造了20年的人设一直都没破，到这个青山镇大山坳才1个月不到，就崩成这样。我可以解释。我好，你说，你慢慢说。好，你说，你慢慢说。祝知青这身手，隔壁周婶子打不打得过？周婶子只是力气大，这乐知青力气也大，照样打不过祝知青。大家聊着聊着，就把对祝知青的恐惧给消散了，觉得他也就打打自己的小姐妹而已。祝知青不装了，主人，他不会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吧？祝知青以为他既然撕破了脸，以后就武力压制祝乐青青就可以了吗？看他不可一世，以为自己是女王的样子，肯定是这样想的。气势完全不一样了，忘记自己之前的小白花可怜人设了吗？让乔迪特看到，岂不是也要乐一乐？有人即将比他更惨喽。听小系统提起陆兽，大米往牛棚那里看了看，
他这段时间一直有暗中注意着陆寿和柳如烟的情况。柳如烟一直老样子，倒是陆寿那病入膏肓的样子，竟然1个多月了还硬挺着。不愧是天道亲儿子，命真硬。每次提起小系统都要吐槽2句。大米也觉得他说的对，但他不会去做多余的事情，就等着陆寿一点点把生命耗尽。然而这场闹剧结束后，大米挽着张奶奶的胳膊，开开心心的回小山坳去了。你不喜欢那2个知青？他们也是迪特培养的人。我和铁牛同志已经找到一些线索。大米没有瞒着老人家，直接就说了，而且之前也都已经跟他们透露过一些，老人家们也都猜得差不多了。祝将军、乐青青，你以后离他们远着些，有事也得叫上铁牛一起去做，别一个人，危险。大米认真的点头。他已经和铁牛同志合作过好几次了，感觉非常好，后面是可以多合作。然而另一边，苏小荷回到屋后，及时的问道：“祝知青，你之前表示要在村里租房子和乐知青一起搬出知青点，是吗？”祝湘君一愣，他被乐青青打得头有点晕，此刻昏昏沉沉的，一说搬出去，就想起自己现在还在和那么多女知青睡大通铺，想想就憋屈。没错，我想搬出去住。王大队长，听说村里正好有村民愿意租房子出来，不知道可不可以租给我？租，只要给钱就租。那祝知青，你租不租李家包家的房子？要是租，大队不负责帮你打扫干净。既然有的话，那我租。不过有一个处置，祝知青，你就出去得把乐知青带着。你自己之前说的，他的事情以后都由你负责，你不能不管他。祝湘君被将了一军，但他还不得不忍。乐青青是他的搭档，哪怕现在有点反常，似乎哪里出错，他也得把他带在身边，还要继续驯服他。我说过的话都算数，我说我会负责乐青青，就会负责到底。那成，李家包家的那2间房子就租给你了，你跟我去大队部办手续。王建国见他们双方都同意，就领着人赶紧去大队部办手续了。然而另一边，系统播报着刚才的情况。主人，祝湘君已经和乐青青一起搬去李家宝老爹的房子里住了。这样也好，倒是方便他晚上出来调教乐青青。走，咱过去戏耍一番。主人真厉害，完美预判了他所有的预判。系统把岳青青传入空间，咱们好好调教他一番。好的，主人，我这就去办。然而另一边，祝湘君在乐青青去空间后找了一晚上，刚回来就看到乐青青躺在床上。什么时候回来的？祝湘君一回来看到乐青青竟然已经好端端躺在炕上，气就不打一处来，上去就揪起她的头发。可乐青青在空间里种了一晚上地，什么精气神都没了，此刻睡得比死狗还熟，根本没有一点反应。哟，这是服了。祝湘君只当他再次被自己驯服了，很满意，但谨慎起见，他还是弯腰检查了一下，这才放心。起来打我啊！怎么像只死狗一样瘫着不动了？之前还手不是很厉害吗？祝湘君越想越气，他哪怕营造出被家人虐待的柔弱形象，那也是有颜有貌的大小姐，从来就是有优越感的。可现在被乐青青背刺，把她几乎搞破相。每次乐青青被那个人调教过，一整天都会没力气的瘫在炕上睡觉，这回根本不会反抗。工具是没有人权的，懂吗？你就是我的一条狗，竟然敢跟我造反！领导，这里就是祝知青租的房子，这也是知青们下乡后第一列找我们当地老乡租房子的，双方是自愿达成的合作，都对此很满意。此刻，王建国带着几个领导进了屋，瞬间就惊呆了。而祝湘君在他们突然冲进来的那刻，也就只愣了1秒，打下去的那只手顺手就抚摸住乐青青的脸。还好，刚刚那些骂人的话没有喊出来。青青，你怎么了？怎么还不醒？王大队长，我一直叫不醒青青。王建国抽了抽嘴角，后边跟过来看领导的许拉蒂钻出个脑袋，冷笑着说道：“祝知青，你装什么呢？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你这样骑在乐知青身上打他。领导，你看，乐知青身上全是伤，我们作证，就是被祝知青打的。她是女性，对方也是2位女性，而且她是妇女工会的主任。听说这里有个女孩子被欺负，这怎么回事？你是祝知青，你对乐知青做了什么？她身上怎么那么多伤？”代理镇长常兴听到妇女主任王芬芳的话，脸色也严肃起来。王主任，你把事情了解清楚，绝不能马虎。是的，领导，我一定会严肃处理这件事。昨天王大队长通知说今天领导要下来视察，他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不对，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王建国确实来过一趟，说今天领导要来视察，明里暗里让我看好乐青青别整事。我当时一心想着抓那个偷训青青的人，根本没把王建国的话放在心上。祝湘君暗暗咬牙，他以为就算领导来视察，也跟他一个知青没关系，他又没受灾。结果祝湘君想起刚刚王建国说，是因为他是大山坳第一个租村民房子的知青，才带领导过来看他们。祝湘君真的是怄死了，更怄的还在后面。
王芬芳带着人很快查看了乐青青的伤势，再一看她神志不清这个样子，还倒在床上昏睡不醒，加上有许拉蒂这些大山坳村民证明，祝湘军确实一直在和乐青青互殴。这件事情的性质非常恶劣，绝不能轻拿轻放。哎，主要祝湘军都被抓包了，竟然当着那么多领导的面，面不改色的装样子，毫无愧疚之心。必须严惩。正司那边，你们的思想教育都得做起来，绝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领导同志，我有话要说。我不管你是谁，来自京市还是哪个军区大院，在我这里，这种严重的思想觉悟事情绝不姑息。长兴扔下这句话，黑着脸就走了。王建国见状，又是呵呵抽了抽嘴角，摆烂的跟着领导去了。祝知青，你先好好反省，对于你的处理，组织马上会通知你的。王芬芳领着几位女同志和大山坳的妇女，把乐青青抬了出去，准备去让卫生所的小王大夫看看情况。他们来得快，去得更快。祝湘军看着一群人浩浩荡荡离开，狠狠地攥紧了拳头。祝湘军看着一群人浩浩荡荡离开，狠狠地攥紧了拳头。刚刚那位长针长话里的意思，明显知道我是谁，他在告诉我他并不怕我祝家的背景。这个人到底哪里冒出来的？然而外面，大米和大娘们吃完这个瓜，也在问同样的问题。常同志啊，我之前跟铁牛打听过，他说是个犟驴，没啥背景，就是一身正气。一身正气？什么？书中确实提到过青山镇来过这样一位领导，但写得很模糊。这位领导刚正廉直，让女柳如烟和陆寿很看不顺眼，后面合力把他弄走了。原剧情中也发生了雪灾，但原主怕冷都没有出来帮忙，所以并没有详细描写。因此，对于换镇长的事情也没有写过。而如今，我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活生生的人生，那真实发生的一幕幕，时刻都能关系到一个人的一生。祝湘军乐知青要被拉去批斗接受思想教育的消息，如风一样飞遍了整个青山镇，因为这是第一次有刚下乡1个月的知青就要被进行思想教育的事情。当初陆迪特封成那样都没被拉去批斗，祝知青也是第一人了。这件事决定后，大米心里舒坦多了。让他没想到的是，穿书这么久，随便一个举动就能将这个人的轨迹方向给改变。直到晚上回到自己的屋子，系统又开始汇报起迪特的情况。主人，祝湘军今天又早早睡觉了。小废物，还记不记得雪灾那天，祝知青装病养精蓄锐？他这是又要等谁？新的接头人要来了吗？明天一早，祝湘军就会被带去公社。最近大山坳几乎全村都时不时盯着这里，他们在大山坳没有接头的机会。主人，我分析了一下，按照目前的条件，他们很可能是在路上，或者在公社找机会接头。那明天就好玩了。系统把乐青青传入空间，我好调教一番。那明天就好玩了。系统把乐青青传入空间，我好调教一番。随后，大米在空间里对着趴在地上死狗不如的乐青青厉声喝：“如果祝湘军要甩开你，该怎么办？”乐青青猛地一哆嗦，力气全无，但还是用力喊着：“打，往死里打，打死他！”大米很满意，随后便把乐青青调教到了第2天。全是神经病，一个个的宁愿走2个多小时也要去看这个热闹。他们是有多闲？幸好听说今日受教育的不止我一人，还有其他大队的臭老九。大米他们是算着时间来的，从小青山绕出来，到红旗公社的时候，王建国的牛车才刚到几分钟，祝湘军已经被王芬芳主任亲自带着去受教育现场了。大山坳的村民们早跟过去了，大米早就开启了扫描，一路都在观察出现在周围的人，看谁是那个接头人。那是陆知青吧？据说今年小山坳来了一位男知青，应该就是他。陆知青就是那个力气比周大娘还大，一拳打穿拖拉机头，养的猪能飞的陆知青。看着倒是不错，但脸上黑漆漆的，城里来的知青都不洗脸吗？刚刚看到那的祝知青和乐知青脸上也乱七八糟的，还有2个大乌青眼。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有一个40岁左右的汉子忽然跟他搭话，他们本来不长这样，想看吗？主人，快看那里，我扫描到了。大米听到系统警报提醒的时候，也已经敏锐地朝刚刚说话的二流子和中年男人看过去。屋顶上趴着的罗铁柱已经接收到大米的信号，立刻朝伪装在人群中的队长打暗号。你说啊，一般你这样说话的，总没憋好屁，你瞅啥？我说对了。下一秒，他就被人架走了。真阴险！那个中年男人竟然不是那名接头人，他是被人收买了，故意搅乱视线。主人，我们会不会打草惊蛇？不会，最近这种事常有发生。铁牛同志他们既然派人直接抓走，就说明没问题。这个人应该是那个死士收买用来试探的，这样的人不知道还有几个。我们继续等。好，主人放心，我一定认真扫描周围的情况，不放过一根毛。领导来了，没想到领导竟然会亲自来参加这个教育会，今天来对了。可见这些人是多么恶贯满盈，尤其是那位祝知青，看上去娇娇弱弱的，真是没看出来她竟然是这么恶毒的一个小姑娘。王光强见状，清了清嗓子，读的声音比刚刚更响亮了。
王光强见状，清了清嗓子，读的声音比刚刚更响亮了。祝香君如此行径，简直令人发指。大家看到了，乐之清是如此依赖祝香君，把他当成唯一的好朋友。可祝香君呢？他是怎么对待乐之清的？大家请看乐之清全是伤痕的脸，这就是祝香君对他施暴的证据。大家早看到了，别的受教育者还需要受害者上台一一指认，祝香君这对根本不需要。乐青青一直站在台上，一刻不停地拉着祝香君的袖子，怕跟他走散了。如此情景，更是令人同情起乐青青。这个祖香君什么态度？他觉得自己没错吗？他这样的我见多了，就是死不悔改。这样的人就该多教育，要不然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王光强一看祝香君这态度，妥妥的是不服气，在跟自己叫板，当即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不知悔改。小飞舞扫描他，那是一个60几岁的男人，身形瘦削，脸上身上都是伤，面容十分憔悴。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小，但大米还是发现了异样。他果然在关注祝香君，有问题。大米现在是宁可杀错不可放过。他立刻给屋顶上的罗铁柱打暗号，罗铁柱很机灵，马上就把消息传给了人群中不知道扮演成谁的队长了。罗铁柱很机灵，马上就把消息传给了人群中不知道扮演成谁的队长了。祝之清，你看看乐之清多黏你，他把你当成唯一的依赖，你竟然还那样残酷的对待他，你到底怎么忍心的？祝香君尽量维持着得体，心里已经把王光强骂疯了。你看看，乐之清是如此的信赖你。对呀，祝之清，你装什么呢？而且乐之清跟你在的这段时间都瘦那么多了。对呀，祝之清，做人要讲点情义的，不能这么无情。你看乐之清听到要离开你，都害怕的发抖了。他刚来那会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祝之清，你当初刚来的时候和乐之清感情多好啊，骗了大家多少好印象。你不能因为现在自己暴露了，就欺负乐之清不太聪明啊。众人你一句我一言，把祝香君说的哑口无言。他怕的是我吗？他怕的是那个偷他的人。祝香君真的要吐血了，他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乐青青从一出生就被人训练，到现在被训了20年，都没有说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能通过特定的口令让他听话。那个人只训了乐青青10几天时间，就把之前20年的成果全部抹除了。主人，祝之清刚刚嘀咕那句你听到了吗？他肯定在心里疯狂敬佩主人你训青青的成果，他真能忍啊！这都还能对王主任维持微笑呢，是个干大事的。主人你训青青的成果，他真能忍啊！这都还能对王主任维持微笑呢，是个干大事的。祝香君当然要忍了，我坚信会有帮手来，所以才忍着啊。是的，领导，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教育。此刻会议结束后，大米知道祝之清不会就这样算了，于是心生一计，在回来的路上和自己的宠物作伴，让他成为疯子，送去疯人院。主人要小心他。这是什么情况？连一只畜生现在也来欺负我！冲到眼前的野猪，对着他就是吼。你滚开！他也不看看是谁训的猪，真当小猪在咱们空间里被风吹得满空间飘是闹着玩的吗？大米，你还没给他取好名字。我还在翻字典，没挑到满意的名字。救命！你们要见死不救吗？救命！不是我们不想救你，可现在是这个畜生闹你，我们说话他又不听的，总不能猪拱了你，我们帮你咬一口回来，就算想也咬不到他。祝香君一听，脸都绿了。下乡这段时间以来，他连遭打击，事事不顺，加上进行的任务一个没完成，接头的人也没一个出现，尤其是祝怀年，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祝香君一听，脸都绿了。下乡这段时间以来，他连遭打击，事事不顺，加上进行的任务一个没完成，接头的人也没一个出现，尤其是祝怀年，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狗东西，我杀了你！这是疯了吗？不会吧，可别真的出事了。疯了那哪成啊？我可听说了，现在城里有专门的疯人院，就是专门关这种疯子的。苏红，建国今天不在，你这个大队长媳妇也能做点事啊，让人把祝之清抓疯人院去。这两个一看就是祸害，现在有这么好的借口，能把这2尊佛请走给建国减轻负担，你还犹豫啥？随后，苏红他们几个人便把祝香君送去了疯人院。主人，你的父亲来信了，快回去看看吧。大米听着系统的播报，不敢耽误一刻，便直接回到了自己卧室。系统播报一下信的内容。大米，我这边已经落井，给你留下了50亿的资产，你可以过来了。迪特那边我已经帮你都处理干净了，回来就可以直接享清福了。现在乐青青跟祝香君已经去了疯人院，而郭玉成和柳家也去了另外一个世界。陆寿现在也下不来床了，柳如烟也失去了家族的信任，看来我们是时候回去享清福了。就像孤独就在自由的背面，你翻过的山会让你靠近的，你走过的路会帮你找到答案，你爱过的人会让你更加勇敢，你所有昨天都会有明天。离开。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把持道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划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清晨。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只记得花一扇，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只记得花一扇，世界本该是你真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只记得世界本该是你真实的模样。年少的轻狂，赤母的伤，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宿醉的夜阳。年少的轻狂，赤母的伤，都等着被他